徐小姐，我不知你从哪儿听来那么多莫须有的东西，但请你记住，我堂堂相府嫡女，不是勾栏妓子。博山青纱袒胸露乳这种东西，别说让我穿出门，哪怕你搜遍整座相府，也压根儿不可能找到。我萧府压根儿就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存在。最后再提醒你一遍，谣言虽然空口白牙的乱传，但有一句确实没有说错，我萧望舒干事儿就是恶毒狠辣。我若推人下水，淹不死，也要去他半条命。我若给人下毒，最低也是鸩酒、断肠草、鹤顶红。我若真想害你，你没有机会好生生的站在原地叫嚷。下次不管是你，亦或者是其他人，再想诬陷我的时候，都做好自舍本钱的准备，都对自己下手狠一点，记住了吗？下手不狠，那就别说是我干的，我萧望舒丢不起这个人。望舒这话一说出来，以后京师的公子小姐不都得躲着他走啊？哦，对了，还有，言语低俗，背后编排，诽谤诬陷，信手拈来，书香世家也不过如此。旁边的萧福光觉得极致嘲讽，应该说的就是他姐姐这样了。姐弟10几年，他竟不知他姐姐的嘴这么毒，说话这么犀利。穆彩晴的脸不知道是羞红的还是气红的，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萧望舒，仿佛要把他给瞪死。慕云泽更是不敢置信，完全无法想象这样轻蔑的话是出自萧望舒口中，而且轻蔑的对象还是他。对比起萧望舒追在他身后时那副热切又小心翼翼的模样，再看看萧望舒现在这副冷傲高贵的模样，慕云泽实在无法理解，同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转变。要说以前追在他身后的萧望舒是个怀春少女，那现在的萧望舒就宛如一位高高在上的公主，甚至他那双丹凤眼里睥睨一切的高傲，显得比皇家的公主殿下还要尊贵。慕云泽百思不得其解，目光在萧望舒身上停留了许久。好了，望舒，女儿家的，口无遮拦像什么样子？是。剩下的事情由萧红和顾城老太爷协商处理。围观的人见事情发展接近尾声，也都陆续散了。最后徐府的人当然都被请出了顾府，一个不留。至于穆府那边，穆汉和穆云泽先是押着穆成阳向顾府二老以及顾永嘉道了歉，随后他们又意思意思的让穆彩晴向萧望舒也道了个歉。方才见你直接将那徐天按进水里威胁，我都以为你那是放手一搏，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没想到你还有更好的法子自证清白。他那点伎俩实在不够看，既然他那么想诬陷我，我就干脆把罪名坐实，直接踹他下水，免得白受他一阵污蔑。所以说，就算不把徐田往水里按，就算不威胁徐田的丫鬟说出实情，萧望舒也能通过后面分隔审讯的方法自证清白。而他之所以把徐田按进水里折磨那一顿，只是单纯的为了出一口气。这就是萧家嫡女的任性脾气，这就是萧家嫡女的双重手段。在座众人直到今天才算是对这位相府嫡女有了个了解。心肠狠毒，肆意妄为，且心思缜密，这活脱脱就是第二个萧红。周围的官家小姐纷纷往边上挪移，尽量和萧望舒保持距离，仿佛这样就能稍微安全一点。萧望舒也不在意他们的小动作，继续和房启罗闲谈。听说韩公子之前和陈将军、陆将军一样，也是净身保护宰相姑父的将领啊，你仔细瞧过他了吗？韩飞瑜，刑部尚书李固的外甥孙子，李府的表公子。李固有一胞妹，那胞妹和他的儿子儿媳先后病逝，留下年幼的韩飞瑜。李固见韩飞瑜成为遗孤，心有不忍，便将韩飞瑜接来自己身边照料教养。值得一提的是，刑部尚书李固正是萧家长女萧彩仪的外公。早些年的韩飞瑜并不风流，是个正儿八经的武将，
和陈楚、陆旭阳他们一样，贴身保护萧红的安全，经常出入萧府。表哥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堪称一段佳话。只可惜好景不长，萧红兵权扩张，忙于军事，急需一位亲信入后宫钳制皇帝，监看皇帝的一举一动。于萧红而言，还能有什么亲信比自己女儿更加可靠？恰好那时萧彩仪年已及笄，正当婚配。萧红的女儿里面仅此一位及笄成人的，萧红没得选，萧彩仪也没得选。就这样，萧彩仪入了宫，成了正宫皇后。韩飞瑜不再贴身保护萧红，而是被调去京兆府练兵，护卫京师安宁。表妹，你怎么不说话？看不清人吗？京师两大风流公子，我倒觉得韩公子更胜一筹。确实是。认真说起来，我还从未近身看过那位韩公子。你呢，表妹？他以前贴身保护姑父，常出入萧府，你应该近身瞧过的吧？确实近身瞧过，皮相和身形都属上佳，性格也好相处。早些年的韩飞瑜还是个很乐于助人的阳光公子，后面萧彩仪进宫之后，他就变得与酒作伴，风流不羁。醒时提酒乐，醉卧美人膝。不管清醒还是醉着，他心里始终装着个求而不得的人，可悲可叹。你在说什么呢？什么皮相身形都属上佳，嘴上没个正经。我说的难道不是表姐想听的吗？可惜了，是个多情种，不然我还真要动心了。萧望舒仍旧笑笑，没说什么，目光停留在屏风上，看着屏风上那些模糊攒动的人影。突然，屏风上映着的一大团黑影转了个面，面朝着他，目光直直地盯着他这边。盯了半晌，确认萧望舒的身份之后，那黑影又慢吞吞地转过身去，继续吃菜喝酒。萧望舒挑了挑眉，警惕性这么高的吗？表妹，你在嘀咕什么呢？怎么看不见哥哥了？真是的，也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阿弟旁边那个是怀瑾表哥吗？害我找了好久，这个哥哥，还是表妹你眼神好。不光表弟在和哥哥聊些什么呢？我瞧他们两个聊得好起劲儿啊！算了，不管他们那些，我们吃我们的。萧四妹妹，房家姐姐，木舞小姐，我是来找萧四妹妹道歉的。我四姐姐挑拨胡诌那些话，属实是不该，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向萧四姐姐郑重道个歉。萧四妹妹，可否介意不说话？木舞小姐，我的脾气有多大，想必你也有所了解。我现在对所有姓穆的都没有什么好感，你还是别来触我眉头比较好。穆小小闻言，面上浮现落寞之色。好吧，既然萧四妹妹现在不愿听我说，那就算了，等你愿意听了，我再来找你道歉。萧望舒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傲，随意嗯了一声，自持身份目空一切。那我就不多打扰萧四妹妹和房家姐姐了，先行告退。萧望舒骄矜的点了点头，连话都没说。你姐姐犯下的错事，说到底与你关系不大啊。多谢房家姐姐，我就先回去了。她若不是生在穆家该有多好，那性子我还挺喜欢的。是吗？寿宴结束后，萧家五口踏着暮色回到相府。再给望舒拨些护卫过去吧，他今儿那话都放出去了，以后他出门不多带几个人，你在府里也不安心。还是夫君为他思虑周全，我这2日就带他去好好挑一挑。好了，累了一天了，都回院歇着吧。拓跋部落虽然忠心于我，但到底是片风吹日晒之地，京师水土娇养的女儿家，去了那儿如何适应？相爷可是在忧心四小姐与拓跋部落的联姻呢。拓跋康此次将他最疼爱的小公主都送了过来，联姻之心诚之又诚，
我也有意巩固与拓跋部落的关系。除了我的嫡女，还有谁能代表我联姻之城？陆续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四小姐今日处事手段之凌厉，倒让末将觉得像极了相爷。若他是个男儿身，定能为相爷分忧更多。唉，我又何尝不愿他是个男儿身呢？陈楚站在旁边沉默不语，安静听着他们的谈话，听他们在短短几句话里就为萧望舒定下了未来。直觉告诉他，她那样肆意张扬、机敏睿智的女子，不该在一纸联姻中就此沉寂。但理智又告诉他，在拓跋部落强悍的兵马辅助面前，他真的极有可能成为那个筹码。罢了，走吧。今年粮食收成一般，鲜鱼部落那边又屡次出兵犯境，西北边境怕是不太平了。相爷勿忧，三公子已经带兵去退敌了。公子骁勇善战，年前必能击退鲜于蛮族。有定北在边关镇守，这样小规模的犯境确实不用担忧。相爷的意思是？萧红思索良久，我只担忧他们屡次犯境，是为迷惑我们的视听。陆夕阳想了会儿，那末将传进边关，让派出去的赤兵仔细查探一番。只能先如此了，你去办吧。5天后，萧望舒和营造工匠定下店铺布局，定下建材种类。他在这一世纪的第一家铺面正式动工。锦衣门，姐姐这掀起的铺名颇有些气势，再配上父亲的字，不像是售卖女子衣衫首饰的，倒像是个金库，或是假账库。唉，父亲果然还是宠爱姐姐多些，我们可没有这么容易要到父亲的墨宝。你又没去要过，怎知要不到呢？凡事第一次，我第一次开口请父亲赐字，父亲自然会依着一些啊。对了，姐姐，原先在铺子里摊钱的那个萧掌柜，你准备如何处置？难道还留他到新铺子开市吗？自然不会，新铺子开市讲究一个好兆头，怎么能让他留到那个时候呢？岂不晦气？那你还让他去监管工匠，打理铺面翻新的事儿。见萧望舒还在慢悠悠地看首饰图样，他继续提醒，这次翻新铺子，姐姐你可是下足了本钱，那么多银子都砸进去了，要是他以次充好，在里面耍点小心眼儿，你的银子岂不为了他？萧望舒慢悠悠地抬起头看向他，勾唇轻笑，急什么？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顺藤摸瓜，不顺着藤，怎么摸得到瓜呢？不找个足够硬的理由堵住悠悠众口，我怎么好意思刚上任就把外祖母和母亲用了多年的老家谱给辞退呢？要是无缘无故的辞退老家谱，这多招人恨呢。姐姐最近说话真是话里有话，和我还要绕弯子。给你留个惊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吧，那姐姐，你这2天忙着锦衣门的事儿，父亲赐你的护卫你去选了吗？巧了，杜嬷嬷半个时辰之前才来提醒过，让我午膳过后记得去选，现在你又来提醒一遍。还不是因为姐姐你一心扑在铺子上，连这事儿都忘了，我们才一直提醒你的。这些图样是铺子里的绣娘绘的吗？瞧着不太像啊。要是和铺子里那些绣娘绘的一样，我还犯得着出高价钱挖人墙角吗？姐姐，你不会把别家铺子的绣娘全挖过来了吧？萧福光拿起他挑选出来的那些图样，开始认真翻看。这一看才知道其中差距到底有多大。光是看着图样就能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差。全挖过来倒也不至于，我暂时也没有那么多银钱。如果本钱够多，谁不想入场及垄断呢？暂时只是招了几位我瞧得上的老绣工，让他们负责开市之后的新品供应。招兵买马的事情急不得，先一步步来吧，否则银钱都砸进去了，没钱周转也不行。等锦衣门开了张，虽说有父亲镇着，明面上没有人敢朝我砸石头，但说不定就有些暗地里使绊子的，不能一次把全部筹码砸下去，手上要留一点底牌的。姐姐想的倒是还挺长远。行吧，母亲既然把这2间铺子的地契都给你了，
这些事儿都按你的想法来办就好。不过，姐姐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做不过2间铺子，别把自己压得太狠。阿弟放心，这些小事我还能够应付过来的。才2间铺子，打理起来能有多大难度？再大，能大过总市值高居榜首的上市公司吗？他现在最难应付的不是铺子，而是了解这个异世界的律法。毕竟忤逆权力的金钱，他是赚不久的。小四小姐，你可算来了。四小姐您特地要求的，这个柜子放置贵重首饰，得用金丝楠木薄板内嵌，但是肖掌柜让我们用一般的榉木，外层漆金就够了。还有这柜台，四小姐您说要紫檀木的台面，但是肖掌柜说一般檀木就行。草民们这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只能先来问问您。这些要求真是肖掌柜提的？他手上那几千两银子难道嫌少吗？怎么还对你们提这种要求啊？几千两？天哪，用1000两来算的银子，那得是多少呀？罢了，你们列个单子上来给我瞧瞧，把价钱写得清楚一些，我去找肖掌柜核对之用。肖掌柜上了年纪，别到时候记错了，把你们的工钱算漏下去了。好，草民这就下去列单子，有劳四小姐多核对一下。去吧，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们商议好的那些也无需改动。是。小姐，瞧那个肖掌柜，居然敢乱改小姐的东西，越老越没规矩。确实是逾矩了些。那个肖掌柜该不会私吞了小姐的银子吧？没凭没据的话，别在小姐面前乱说。属下莽撞，不该胡言。自己人面前心直口快就罢了，莫要在外人面前口快。人多的时候说话之前先憋一憋，不急的话就不要当众说。谢小姐教诲。那小姐，肖掌柜那边需要派人去叮嘱2句吗？叮嘱什么？叮嘱他按照小姐的吩咐办事就行了，不要自作主张，免得他再直接吩咐工匠改动。不用了，这些工匠都有分寸的。小姐这铺子的布局还真是巧啊，打了2圈柜子，能摆放不少东西，客人还能从2边走，走动的地方也大，走到哪儿离柜台都近。都是在一些杂书上看来的，觉得有用便照着书上写的试试，确实效果不错。我当时要是多看些书就好了，现在指不定还在哪儿做生意呢。小姐有所不知，咱几个都是家里太穷了才出来卖身的，但是父亲他不一样，他是出来做生意，把自己早些年积攒的家底全都亏光了。他老爹老娘偏心弟弟，又不愿意帮他，他才只有来相府签卖身契当护卫还债。萧望舒微微颔首，表示懂了。不过我真是想不通，父亲，你爹娘又不给你钱，你怎么在刚籍贯的年纪就攒了5、60两银子做生意的？嗨，都过了的事儿，也没闹出什么名堂来，没什么可说的，别耽搁小姐的时间。生意能不能做起来，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在运气。即便选对了行业，选对了地段，还要面对天时人和的冲击，哪怕万事俱备，失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既然你选择了撞运，不如就说给我听听，让我听听你的能耐。否则你今日和程丽玉换班，跟我出来干什么呢？小姐，生意刚起步就被同行压垮，欠下一身的外债。父母当年拿了你的钱改善生活，却在负债之后不愿意帮你，甚至为了躲避催债，他们还将你逐出家门，从族谱上划去。不得已，你只能进相府当差，让那些人暂时不敢动你。但是相府管家最多是出面协调，不负责帮你解决私事。那些人虽然不敢冲进相府对你怎么样，但是你每个月的月钱还是要拿去还债的。如今省吃俭用，是不是很不甘心啊？小姐恕罪，属下再也不敢了。起来吧，都随我过来，别影响工人做事。是。说吧，仔细说说你有什么能耐。留在他身边的人，他向来喜欢查清底细再用。这些日子里，
在觉得阮复兴的种种行为有些不合时宜之后，他就去找管家多问了几句，也确实问出了点东西。属下小时候见县城里常有人来村里采买农菜和家禽家畜，给的价钱极低，但这些东西在县城卖的都很贵，中间差价极大。之后在12岁那年，属下就偷偷把自家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捉了一只，上县城里找到了一户刚添儿子的员外，把鸡卖给那员外的小妾补身子。平常那样一只鸡卖给那些来村里采买的人，最多只能卖到200文钱，但属下不过说了2句好听话，再说多年的老母鸡补身子最好，那员外和小妾心情一好，居然让人给了属下3两银子。属下用半两银子在集市上买了20只小鸡崽带了回去，躲过了爹娘的一阵骂。爹娘那天开心，给弟弟烙了面饼，煮了个鸡蛋，却没有我的份儿。买完鸡崽还剩下2两半的银子，属下便自己攒了起来。趁着阴雨天，那些不用做农活的时间，属下就偷偷在村里收购老母鸡，再往县城的大户人家家里卖，从中赚些牙钱。只要去时给他们家里的管家拎上几包糕点果子，那些管家以后见厨房需要买鸡，或者府里哪位主子需要补身子的时候，就会想起属下，派人来属下手上买。因为县城采买的人不会常来村里，村民有时候想卖东西也找不到门路，所以属下去收购的时候，只说有人愿意买，他们就直接卖给属下了，也是图个方便。那一只鸡买来时只需200文钱，卖出去却能卖到500文钱起步，也就是半两银子。有时候碰上富贵人家办喜事儿，说2句好听话，甚至还能卖到2、3两银子。属下就这么卖了小半年的鸡，攒下了14两银子。阮复兴这小子长得一副敦实憨厚的样，花点子挺多呀。继续。这故事出奇的雷同，他小时候应该也干过类似的事。现在他看阮复兴的感觉，就像一个老年版的他看到了一个幼年版的他，实在有趣。后面这事儿被爹娘发现了，他们把属下打了一顿，说属下是个白眼狼，私吞了那么多银钱，不知道孝敬父母。他们在属下屋里一通翻找，翻出来5两银子之后，娘就带着弟弟去县城买糕点吃，买新衣裳穿去了。当天晚上，爹从他们那里要了1两银子回来还给属下，还给了属下2块糕点和1张烙饼，让属下拿着那1两银子继续在村里买鸡挣钱，只是挣的钱一定要交给他们。他说属下年纪小，自己管不住这么多钱的。不是父亲，你还真听了。哥，他那会儿就12、13岁，不听能怎么办？确实，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还是怕被爹娘赶出家门。他们能找到多少钱，我就给他们多少。至于他们找不到的，我就自己攒着了，不然都是我弟的。真是稀奇，同样是儿子，你们那边怎么这么偏心啊？我们那边几个村子都是这样，因为父母年老后，幺儿的身体是最年少健壮的，所以父母都要跟着幺儿生活，靠幺儿养老。村里的人对最小的一个儿子是最好的，其余儿女都要让着那个弟弟。在京郊往南邻近的一些偏僻村庄里，确实有这种习俗。这习俗也太神道了，听了真气人。我还算是好的，还没娶妻。上面3个哥哥娶妻时，爹娘根本就没给彩礼，全是3个哥哥在外给人做苦工挣的。到了新嫂嫂进门时，娘还在惦记人家嫁妆，想用3个嫂嫂的嫁妆给弟弟砌一间砖瓦房。最后还是嫂嫂们闹起来，说要告官，要去衙门，娘才歇了这心思。后面几个哥哥嫂嫂就闹着要分家，分出去之后，他们被爹娘和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了好几年。二嫂还因此投河自尽了，留下二哥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最后二哥带着孩子搬了家，不知道去了哪里。闹出人命之后，衙门的人也来查过，因为二嫂是投河自尽，也不是什么冤杀案，那些官吏只能把李正斥责了几句。
衙门的人走后，李正大发脾气。从那之后，村里人说话就收敛了许多，娘也不敢像以前那么指着嫂嫂们的鼻子骂了。这习俗我也只是听说过，没想到这么肮脏。好了，继续讲吧。之后呢？之后见村里的老母鸡没剩多少了，我就从邻村收购了些，还和周边几座村子的村民谈得不错，让他们有家禽家畜要卖的时候都来找我。至于我们村里村民找来的其余菜果野味，我也收，往周边县城的大户人家或者酒楼里卖。在那2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攒下了近200两银子，准备去县城里面安家，盘下一座宅院用来囤放货物，再买辆马车，雇几名劳工，以后转卖东西也方便些。但没想到我那弟弟沾染了毒瘾，欠下了100两银子的赌债。赌庄的庄家派人查到家里，说还不上钱就要剁了他的双手双腿。我爹娘又哭又喊，逼我去找县城里那些大户人家讨要点钱来救急，要是我不去，他们就自己去。万一他们真去那些员外府上那么一闹，我的名声就会臭，生意也不必再继续做下去了。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先应下，然后去钱庄偷偷取了100两银子出来，说是找一个酒楼东家借来的。给弟弟还了赌债之后，爹娘对我总算是有些愧疚了，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没再找我拿钱，还愿意听我的话去管教弟弟。我也总算是清静了一段时间，安心做我的事儿。所以你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挣了差不多200两银子，还是在你爹娘一直从你那儿抢钱的情况下？那你后面怎么还越赚越少了？我弟后来又溜进了赌场，输了钱，怕被报复，就私下去找我说的那个酒楼东家借钱去了。钱没借到，但他知道我上次说了谎，我手上还有余钱，所以他又和爹娘说了。爹娘见我长大许多，也不敢再打我了，但他们还是骂我白眼狼，骂我有钱之后还防备着他们，骂我没良心，让我给我弟把赌债还了。我那时候才真的知道，摊上这种爹娘必须得分家，不管我多么孝顺，他们是不会改的，还会一直拖累我。所以我就以我弟的赌债为要挟，让爹娘同意分家，我出去自立门户。为了我弟那条命，他们再怎么不愿也还是同意了，但是要求我分家以后必须每个月给家里5两银子赡养他们。5两银子怎么不去抢啊？这得是什么爹娘才能把亲儿子宰得这么狠呢？我和我弟弟在相府当差，1个月2两银子的工钱，放眼繁华京师都不算低了。我们兄弟俩加起来1个月不吃不喝也就4两银子，阮复兴他爹娘居然让他每个月上交5两银子，给他们老两口养老。什么村里的老人每个月需要5两银子养老啊？这老养的镶金了还是嵌玉了呀？因为他们想在县城给我弟盘个宅子下来，以后等他们老了就能跟着我弟住上好的。他们还想在牙行买2个丫鬟婆子伺候，再给我弟娶个媳妇儿，生几个孙子，享受一下当老太爷老太太的感觉。哼，被我养了太久，他们早就不会种地了。家里那几亩地也租给了其余村民，租金每月200文钱，并不算高。他们想要钱，只能从我身上榨取。而我当时也确实急着摆脱他们，牙一咬就答应了。阮复兴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个时候虽然他做出这个决定很艰难，但是这个决定绝对是对的。这样的父母弟弟就是拖累，拖着他往下沉。继续。是，分家之后，我急于稳定生意，就直接拿着手里所剩不多的几10两银子，盘下了一间铺子。
县城铺子的卖价不低，盘下铺子之后，本来我手上的余钱就不是很多了，但当时又到了年尾，是收获的好时候，也是大赚一笔的好时候。我身边人手不够，只好又去雇了2名工人。但我没想到，我赚到钱之后惹了不少人眼红。当时附近县城里已经有很多人学着我的法子赚钱了，甚至他们给的价格更低。原先和我长期交易的那些东家，在对方的低价诱惑下已经有所动摇。恰在那时，我弟又欠下了一笔赌债，我实在是没有余钱帮他还债，他就真的去把我以前那些东家全都借了个遍，借的人家都不耐烦的派人到我这里提醒了。赌庄的庄主收了我那些同行的钱，对我弟步步紧逼，我弟走投无路，最后他帮着我那些同行，在我长期交易的东家面前诋毁我，说我对家中老父老母不管不问，还报官让衙门的人来捉我去府衙查问。我进衙门受审耽搁了几天，等我出来之后，已经有人占了我的市场，而我收来的那些货囤积在库里，哪怕我不赚钱，按收购的价格去卖，结果也是放到烂了都没能卖出去。村民们和我交易多年，难得对我有几分信任，愿意先交货后给钱。但这批货没有收到钱，这份信任也很快崩塌。几个村的村民一起上门讨债，完全不给我回转的机会。就这样，我被逼着把铺子卖了，债也没还完。我爹娘和弟弟一听我欠了村民那么多钱，立马就把我扫地出门，还叫了李正他们到祖祠里做见证，当众把我从族谱上除名了。我现在无父无母无亲族，还欠着45两银子的债，哪怕省吃俭用，也还要再还2年。你这，唉。所以你不甘心再浪费2年的光阴，也不甘心就此当一辈子的护卫，于是想在我这里寻找一丝的转机啊。是，属下确实有私心，想要在小姐面前多露露脸，争取一个替小姐打理铺子的机会，得到更多赏赐，尽快还完身上的债，为自己搏一个东山再起的可能。那你从上一场的失败里面总结出什么教训了吗？阮复兴一愣，然后想了想，属下不该操之过急，在自己手上没有一点周转银钱的情况下，还囤积那么多货物。还有呢？阮复兴又想了会儿，不该在那些所谓的亲情面前退让，不该畏手畏脚，早该寻个一劳永逸的法子，当断则断。萧望舒笑了笑，还有呢？阮复兴皱起眉头，仔细想了想，实在是不知道萧望舒究竟想听到什么回答，只好匍匐在萧望舒脚边。属下不知，请小姐赐教。赐教谈不上，你我都是探路人。其实我并不觉得你最后一搏有多激进，如果是我，或许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做生意就是一场豪赌，谁也料不到输赢的。最后那一搏，若是你能够稳住那场交易，那么在那些同行刚入行的时候，你就能够将他们压垮。只要你能稳住你的买家，稳住客源，他们就会在刚入场的时候面临货物没有销路的困境。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他们，那他们就是自寻死路。除了低价转售回本之外，那种困境之下难有更好的办法。而你的货只要能出手，拿到钱之后，你就能够以低价收购那些同行的货，再进行转卖。到那个时候，那片市场将会是你的天下。4年时间，还债压垮了你的身体，复仇蚕食了你的理智，但是年少能够赚满桶金的成就让你依旧傲慢，以至于这4年的时间里，你复盘那么久，当年发生的一切记得那么清晰，
历历在目，你却还没有找到你最大的疏漏。你刚才让我赐教，但你真的服我的赐教吗？未必吧，阮东家。阮父心瞳孔骤然紧缩，迟疑半晌后，他才又叩首匍匐，额头贴在地面上。属下恳请小姐赐教。萧望舒停下脚步，低眸看他一眼。你赊账赊错了对象，你太重视你在买家面前的颜面了，但颜面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这样维护的，你不该往下赊账。村民靠着这点卖货的钱维持生计，任你和他们合作再多年，他们都不会愿意把钱赊给你的。你最不该欠的就是他们的钱，只要你给钱给迟了，他们就一定会闹起来，局面必然会难以控制。拖欠村民的钱实属下策之策，除非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产业濒临破败的时候，否则不要向下拖欠，这样会乱了人心呢。小姐的意思是，你大可以往上赊，去找你那些大买家，先收钱后给货。什么？这他们如何愿意？这么做的话，万一做不好，就会把维持了许久的客人推到我的对手那边去。怎么会呢？有头有脸的客人，他们更希望拥有不同的待遇。就像钱庄里，你看那些存钱多的富绅，他们出入钱庄所受的待遇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把钱往钱庄里存，可你见过他们有丝毫的不愿吗？同理，你让买家把钱存在你这里，给他们最高的礼遇，给他们应有的折价，你人在，铺子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为何不愿呢？只要你的货好，态度好，价格合适，他们在你这里买成习惯之后，你又何须担心留不住他们呢？对于他们而言，再换新人合作，费时又费力，既然如此，不如就选你了。即使你出了什么意外，这钱仍旧可以先挪用过去，周转完之后再挪回来，一时之间他们应该也不会频繁消费掉那么多钱吧。哪怕到最后你真的周转不过来了，他们的钱压在你这里，他们不仅不会弃你而去，反而还会尽力的帮你，因为这也是在帮他们保住他们自己的钱。你觉得呢？阮父心直接睁大了眼，仿佛脑袋里有一团迷雾被拨开，瞬间通透了许多。总之，你可以用别人急需的东西去控制它，但不要去赊别人急需的东西。于村民而言，那些农货钱都是他们的米面钱、糊口钱，你迟还一天都容易出事，你迟还一天，他们都要提心吊胆。为了拿回这笔钱，他们可以不顾颜面，不顾与你的交情，不顾你们多次合作的信任，逼着你尽快的还钱，尤其是在你没有任何强大背景的支撑前提下，因为这笔钱对于他们而言太重要了。但是对于你那些附身买家而言，那些买货钱没有那么急缺，是可以赊一赊的。阮父心听完，沉思良久，闷声道：属下逾越，妄想替小姐分忧，妄想打理小姐的铺子，请小姐恕罪。恕罪谈不上，我向来欣赏敢于伸手抓住机遇的人，商机就是一场倾盆之赌，他属于敢出手的人。起来吧，回去之后让江吉和胡天把他们监督的银钱去向汇报给你。整垮萧掌柜，你就是锦衣门的新掌柜。江吉、胡天，他新收的8名护卫之二，他们两人负责监视萧掌柜手上的银钱去向。这么多天过去，那些银子已经去了花楼酒肆和钱庄。从这批钱的去向里，他也找到了以前那些钱的去向，差不多是时候收网了。小姐，你的野心不止于那座县城，我的野心也不止于这座锦衣门。你需要一块踏板往上爬，我需要一个得力的下手替我分担。属下谢小姐提携之恩。起来吧，事情做得漂亮一点，别让房家的老家仆寒心了。是。小姐可是觉得老奴这几十年在铺子里做的不行啊？小姐若是觉得老奴上了年纪不中用了，把老奴扔到庄子上也就是了，
何必又让这些工匠列个单子来找老奴核对账目啊？萧望舒单手撑着额头，饶有兴致地看向他。老奴为房家勤勤恳恳大半辈子了，现在老了，确实有些不中用了。但是小姐，你也不用这么怀疑老奴，让外边的人来找老奴对账。小姐，你让老奴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哟？老奴还有什么脸去见当年一起在房府共事的那些老友？老奴忠心房家几十年，先追随房老太太，又追随夫人，实在是没有想到人临了跟了小姐，反遭小姐猜疑。小姐若是真怀疑老奴，老奴现在就一头撞死在小姐面前，也算是死前留了个清白名声，让老太太和夫人知晓老奴绝无一心。肖掌柜，你冷静点，冷静点啊！四小姐就是想捋一捋铺子的开支用度，没有要怀疑您的意思，你别误会呀！你们都别拦着我，我这一把岁数的人了，临走了还惹得小姐怀疑，都是我的不是。这墙还未砌牢实呢，肖掌柜别撞，撞那边，那柱子结实一点。原本想缓几天，让阮福新去慢慢处理的，但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张官业，你去把江吉和胡天找过来，让他们两个带上该带的东西。是。萧望舒回头看了阮福新一眼，阮福新稍一愣神，随即反应过来，你们随我下去，继续核算装潢开支。那些工匠看了看阮福新，再看了看萧望舒，果断松开了寻死觅活的萧掌柜。是。萧掌柜冷静了一点了吗？如果冷静不下来，就安静坐着，别吵吵嚷嚷的。我最近脾气不太好，听不得有人在我耳边聒噪。李军，扶萧掌柜坐下，别一会儿倒地上砸坏了楼板。四小姐究竟何意？老奴为了老太太和夫人辛勤大半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若是老奴那里做得不好，小姐只管去向老太太和夫人说，何苦这般羞辱老奴啊？好一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萧掌柜，外祖母和母亲难道没有给你工钱吗？拿钱干活天经地义，会和你说的像是给我们白打工一样啊？萧掌柜一时语塞，何况萧掌柜拿钱干活，似乎这钱拿的也有点多了。我的人派出去查了好些天，总算是查出个数目来。听完这话，萧掌柜坐在板凳上，腿不停地颤抖。在张官业去找江吉和胡天的这大半个时辰里，锦衣门的工匠紧赶慢赶，终于一起算出了装潢开支，交给阮福新上楼清算。杜嬷嬷，慧秋姐姐，小姐早就猜到你们要过来，让奴婢在这候着你们呢。各位掌柜也上去吧，小姐候了多时了。那些掌柜心头一凛，这和他们想象的兴师问罪的场面好像不太一样。听几位掌柜说，小姐在大整铺子，夫人让老奴跟着来瞧瞧。小姐猜到了，她说几位掌柜被萧掌柜蒙蔽，必然要请夫人来为萧掌柜主持公道。夫人近日忙，能替夫人出面的人也不多。嬷嬷，您是顶头的。小姐办事向来自有她的道理，老奴就是陪几位掌柜过来瞧瞧，看看萧掌柜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奴婢明白。嬷嬷，慧秋姐姐，各位掌柜，楼上请。原来那几千两都是我低估了萧掌柜了，13000多两银子，相府上下近2年的开支。萧掌柜胃口不小啊。老奴谢过小姐。起吧，嬷嬷坐。老奴谢过小姐。嬷嬷自己看吧，各位掌柜等会儿也都看看，千万别说我冤枉了谁。铁证如山，由不得谁拿什么功劳苦劳说事儿。小徒啊小徒，你枉费老太太和夫人的信任，你该死啊！嬷嬷消消火儿，别气着自己身子了。小姐，萧掌柜他许是一时糊涂，还望小姐看在他为了老太太和夫人劳苦一生的份上，从宽处理呀。王掌柜对于劳苦一生这4个字是有什么误解吗？
外祖母和母亲每个月给他发放5两银子的工钱，在此基础上，他还从铺子里贪没了1万两银子有余，日子过得富得流油。王掌柜，你管这叫劳苦一生？那王掌柜被问得哑口无言。还是说，王掌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劳苦是吗？老奴不敢，老奴只是与萧掌柜共事多年，于心不忍，急于为他求情，才失言妄语，请小姐宽恕。生意场上急着说话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既然王掌柜与萧掌柜感情深厚，那依王掌柜看，此事该如何从宽处理呢？老奴不敢妄言，我等都是夫人小姐的家仆，如今萧掌柜犯下如此大错，理应交由夫人小姐处置。夫人既然把2间铺子都交给了小姐，小姐处置就是了。此等大错，由小姐怎么处置都是该的，还需惊动夫人和相爷吗？这些个主仆不分、以下犯上的东西，害得我这副老骨头还要跟着你们跑来跑去。小姐纵使把你们打杀了又如何？小姐是小姐，奴才是奴才，一群放纵惯了的东西，已经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了吗？罢了，嬷嬷，萧掌柜确实为外祖母和母亲效力多年。小姐的意思是，册上的东西让萧掌柜清点一下，3日之内交还锦衣门处理。竟是归还？否则要是报官严查，官府查出更多的东西，那在座各位有几个人能够逃过啊？外祖母又该有多难过呢？自行交还吧。我看过的账册不止这2间铺子的，其余铺子差了多少，我心中也大概有数。相信各位掌柜都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毕竟你们都是牵过卖身契的。发生这种事情，即使母亲把你们打杀了，官府亦无权过问。此事看在外祖母的面子上，看在你们确实为房家效力多年的份上，给你们3日时间，3日之内把该交的东西交到锦衣门，不至于惊动官府。那些东西我清点之后会还给母亲的。母亲向来比我仁慈，各位掌柜也都是她用了有些年的老人了，只要各位将东西如数奉还，她未必会严惩。若是有谁还敢在里面搅和浑水，中饱私囊，那就别怪我们母女不念及多年的主仆情谊。没人敢接他的话呀。你们现在还是母亲的人，我也无权命令。这样，锦衣门等你们3日，交与不交都随你们，后果也由你们自行承担。回去吧。那些掌柜纷纷回过神来，行礼告退，逃命似的离开了锦衣门。萧望舒看向滴了一地冷汗的萧掌柜，萧掌柜也回去吧。记住，这2间铺子现在的主人是我，而我的脾性不似母亲那么温婉。你只有3日的时间，3日之内如数奉还，我可以看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子上，饶你一命，仅辞退你以示惩戒。若是逾期不还，萧掌柜，到时候这件事情可就不是那么简单能够结束的了。是。磕完头后，他抬头见萧望舒朝他摆了摆手，立马起身，麻利地弯着腰退下了。小姐，就这样放过他了吗？毕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他要是把钱财都还回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算了吧，也算是全了外祖母和他们的主仆情分。唉，小姐还是心善呐，此等刁奴处置何妨？老太太知道之后，纵使心中悲愤，但也绝对不会说小姐半句不是。如今小姐就这么把人放了，未免太便宜她。嬷嬷，如今首要的是将钱财都收回来。母亲名下还有那么多的铺子都开着，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那么多有经验的人来接管。若他们真把钱财如数交还，就暂且用着吧。等母亲来日真的准备清算，再换人也不迟。小姐说的也是。你去看看铺子里的账，有些官商家的小姐夫人想攀附母亲的时候，来走过萧掌柜的门路，大概交了钱还没有走通。照着规矩，给他们都备一份大礼送去，
把肖掌柜贪墨的事情讲给他们听，再感谢他们以前对铺子的大力支持。属下明白。既然小姐这边的事情已经处理完，老奴这就回府向夫人复命了，省得夫人担忧。属下送送嬷嬷。是。回到相府后，杜嬷嬷很快将锦衣门发生的一切讲给房契儿听。府外那么多铺子，若是仅他一人探墨，那他怎么捂得住？那些个老东西，怕是没有一个干净的。我的真言是啊，瞒了我这么久。夫人说的是，小姐已经下了令，勒令他们3日内归还探墨之财，若是3日不还，再另行严查也好。说一段时间人都撤下去了，也不大好办。是，夫人和小姐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刚才小姐也是这么和老奴说的。父亲、母亲、二哥，还是八弟要体贴些，常来母亲这边陪伴，我每次来都能遇上。二哥这是说的哪里话？你要忙公事，要为父亲分忧，不像我年纪小这么清闲。你这张嘴啊！孩儿听说今日有不少掌柜来相府找母亲。你姐姐今儿发现她铺子里的肖掌柜损公肥私，处理的时候闹了一会儿，现在已经没事了。哼，姐姐哪里是今儿才发现，她第一次去铺子就知道那肖掌柜不规矩了。哦，说说看。萧福光就把他和萧望舒第一次去铺子里的那些事讲了一遍。姐姐进门一看那些货品和客人，便知铺子的营收远不止交上来的那点儿，只是那时没有查到证据，姐姐暂时没有动那肖掌柜而已。萧红端起茶杯，想到什么似的，笑着用杯盖拢了拢茶香。对了，母亲，那肖掌柜姐姐如何处置了？房契儿朝杜嬷嬷抬了抬手，杜嬷嬷又把刚才的事给萧福光大致讲了一遍。姐姐只要肖掌柜3日内交还赃款，仅此而已。小姐确实只说让他交还钱财，交还之后就辞退作罢，看在老夫人和夫人的面上饶他一命。你与你姐姐最为亲近，可看出她的用意了？萧红这话不止问住了萧福光，就连房契儿和杜嬷嬷他们都有些愣神。姐姐手上没有多少人可调用，不一定真查出了其余掌柜的把柄。她那些话可能是唬人的。她放萧掌柜一命，既顾全了外祖母的颜面，也让其余掌柜能安心上交贪去的钱款。否则横竖都是一死，难保那些人不会直接卷款跑路。确实，你姐姐最近唬人的本事见长，不过她的真本事也不少。说不定让他去铺子里看一看猜一猜，拿着账册对一对，他还真能估出个大概来。这倒也是。那父亲说说，姐姐还有何用意？若是我没猜错，你姐姐手上的银钱是不是不够用了？萧福光一愣，随后掐指算了算。父亲怎么知道？姐姐捣鼓锦衣门的装潢，就差没把整座铺子翻过来，连着地皮重修一遍。这么个重整法，他手上那些银子哪里还够用啊？你姐姐若是强制搜查，想要收回被萧图贪去的钱财，必然要经过官府。他得拿着萧图贪墨的证据和萧图的卖身契，先去官府，让官府的人和他一起去钱庄取钱，否则钱庄不会轻易交钱的。还有萧图置办的那些庄子宅子，要想转换地契也得走官府那边，这样耗时耗力不说，而且官吏去强制收取的途中容易损坏财物。你姐姐急着用钱，她等不了，索性让萧图自己上交，又稳妥又便捷。她也做个顺水人情，明面上饶萧图一命，全了你母亲和你外祖母的人善名声。姐姐这算盘打得真响亮啊！你觉得这就完了吗？啊，还有什么？如果这就完了，你姐姐还派人去给那些官商家的夫人小姐送什么东西呢？萧福光仔细想了会儿，那些官员富商想走母亲这条路没走通，钱都给了，难免心存怨念。姐姐派人送礼解释一番，
可以消去不少潜在的小敌。还有呢？萧福光皱起眉头，低头沉思。萧平南也没怎么说话，手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擦。见萧福光想了半晌还没想通，王庆儿率先开口询问：依相爷看呢？望叔是在提醒那些官商家的人，先前不是我萧府不帮你们，而是奴仆贪财拦住了你们的示好，所以姐姐才放的那萧掌柜，因为不用他动手，有的是人动手收拾。姐姐既化解了那些潜在的敌人，又全了母亲和外祖母的人善名声，同时还不用亲自动手，直接把萧掌柜交给那些官商出气，这才是姐姐打的算盘呀。而且那些官商家的人，他们给的钱虽然被那萧掌柜贪走，但是最后还是落在了四妹手上。四妹拿走了钱，还不用承人家的情。若是真有谁家的人动手处置了那萧掌柜，萧掌柜的卖身契暂时还在四妹手上，那人相当于杀了四妹的奴仆。四妹要是追究起来，还能倒打一耙，卖个人情出去。望叔啊，望叔。妾身把铺子交给望叔，倒是交对了人。福光，你去锦衣门瞧瞧你姐姐吧，若是不忙了，就叫她回来一起用晚膳。是。还是和八弟一起去吧，也有些时日没有和四妹聊聊天了。都去吧。是。3天后，锦衣门这3天时间收到了不少财物，还没装潢好的铺子现在已经透出了聚宝盆般的熠熠金光。阮复兴清点着其余掌柜上交的那些财物，派护卫一箱一箱地往相府里运。至于萧掌柜交上来那一份，他们则是直接留在了锦衣门。抛开装潢开支、衣料饰品的成本和绣工的工钱之后，才把剩下的银票交到萧望舒手里。萧望舒当天就带着萧福光体验了一把分红的快感。这么多？萧望舒惊叹了一声，倒也不是他没见过这么多钱，而是他没有体验过这么多钱是他赚来的，而且是那么短的时间就用100两赚到了这么多。用他姐姐的话来说，这叫什么来着？对，投资效益。简单来说，就是他赚到的。今天陈将军和陆将军不都是有事吗？难得你休息一天，我们中午出去下馆子吧。下馆子？好啊，七哥也在府上，要不要喊他一声？七弟身子不好，喊了应该也不会去的。不过你还是去喊一声吧，他去不去是一回事儿，反正我们都已经邀请过了。若是他不去，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些外面的吃食就是了。好，我这就去。姐姐，你别说，这留香楼的菜式还挺多的。小二刚才一连串报了那么久，听得我耳朵都嗡了。食单写在进门的那木板子上，你若没有听清，可以去门口仔细看看你想吃什么。懒得来回走动，怪麻烦的，随便点几个招牌菜就是了。我也没什么特别想吃的。过了会儿，菜上齐之后，萧福光颇有兴致地擦干净筷子。等一春和书夏试完菜，他才伸手夹起一块醋烹鹅放进嘴里。或许是在相府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味道，萧福光还算给面子。吃完这口，又加了2块。吃够之后，才把筷子伸向其余菜盘。试过所有菜之后，萧福光眼里闪烁着这个年纪孩子该有的愉悦光芒，朝萧望舒极力推荐：姐姐，试试这个烧鹌鹑，肉嫩多汁，还不错。确实可以。小民方才不知是相府的公子小姐前来，失敬失敬。萧公子、萧小姐，2楼包厢的穆公子和穆小姐邀请您2位上去一同用膳，您2位意下如何呀？哪个穆公子、穆小姐？就是中书令府上的穆3公子和穆5小姐。见萧福光和萧望舒都不说话，那掌柜又试探性地问着：2位若是不愿，小民这就去回了那穆公子和穆小姐。既然穆府2位公子小姐热情相邀，那我们就去瞧瞧吧。萧小姐、萧公子，这边请。萧四妹妹、萧八弟弟，你们还愿意见我，真是太好了。萧四小姐、萧八公子，那日顾府寿宴上的事儿，我已经听小小说过了，确是我穆府不该，我在此替家中弟妹向你们道歉。算了吧，我回去仔细想了想，
穆彩琴和穆成阳的事情和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有萧思妹妹这番话，我今儿回府也能睡个好觉了。都别这么杵着了，快坐吧。你们还想吃些什么？我这就着人安排。这倒不必，让人把我们刚才点的菜端上来就行了。那些菜味道还不错。那些菜就够了吗？萧思妹妹不要客气，还想吃些什么尽管点儿。今儿这顿全当是我们给妹妹你赔罪的。说是萧思妹妹还跟我们讲客气，我这心里真会过意不去。我不是同你们客气，而是不想耗时间等厨子再做一份。那些饭菜还能吃啊，浪费干什么？萧思妹妹的铺子翻新的如何了？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目前还顺利。木舞小姐若是真想帮我些什么，不如到时候等锦衣门开市，你叫上你交好的那些姐妹们一起来玩玩。旁边的萧福光差点没一口茶呛死。姐姐这是在抢客吗？还说得这么斯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穆小小的瑞宝阁和姐姐的锦衣门应该属于同行竞争吧？这有什么呢？到时候我一定叫上他们，我们都给萧四妹妹捧场去。是啊，你们都喜欢捣鼓衣衫首饰，聚在一起也有话聊。要是以后我走在街上，看到的女子穿的都是从你们铺子里买的衣裳，那场面该有多让人欣喜啊！这饼画得太大了，吃得有点噎人。能有那一日当然最好。我接管铺子也是头一回，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还望木舞小姐不吝施援，以茶代酒，聊表谢意。还得是姐姐呀，哪怕请人帮忙，都还是那副我是相府嫡女的傲慢。知道的说她请人帮忙，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赏赐下人呢。那是自然，萧四妹妹尽管来找我就是了。那我们就说好了。说好了。姐姐，今日怎么愿意和他们兄妹共桌吃饭了？以后都要一起做生意的。阿弟，闹得太僵也不好看。只是这样？我怎么觉得不止这样呢？生意场上有利可图是同盟，有利可争是敌手。现在嘛，可以是同盟。现在在穆家兄妹身上有利可图。话是这么说，但姐姐你也得小心呐。他们接见你，指不定也觉得你身上有利可图。你第一次自己掌管铺子，别被他们算计进去了。知道啦，我的小老头一样的阿弟。这个年纪的孩子本不需要这么稳重的。姐姐真是，我好心提醒，你还耐不得烦。我哪里像个小老头了？现在这样就不像，刚才那样就很像。姐弟两人对视一眼，几乎是同一瞬间喷笑出声。小姐救救我！被抓回去，我会被折磨死的！小姐救我！官人以当牛做马，为奴为婢，伺候小姐！小姐，救救我！松开，你弄脏了我的袖子。那女子一愣，萧望舒也顺势抽出了袖子。见萧望舒的神情像是看见了什么脏东西，一副准备拉着萧福光避开他的样子。那女子又动作极快地拉住了萧福光的胳膊。公子救救我！我真的不能被抓回去，我还有儿子等着我呢。到底是谁在抓你？你犯了些什么事？总得给我们个救你的理由吧。我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有时被爹娘卖到了花楼。2年前，楼里的老鸨把我卖给了一个富商常客，但他夜间总是对人施虐，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攒够了银钱，带着儿子逃走，谁知被他发现，现在他正派着府上仆从在抓我呢。公子小姐，救救我吧！那你儿子呢？我先让人将他带走了，我们分开逃的。那些人都在追我，儿子一定是已经逃出去了。好可怜啊！你既要说要为奴为婢的伺候我报答我，又说你还有个幼子要照顾。我若救了你，你是履行你的承诺到我身边为奴为婢，还是继续带着你的儿子逃离京师呢？我愿
以为奴为婢伺候小姐，等我逃过那些仆从的追查，找回儿子，小姐只要给个住处，给口饭吃，我们母子的命都是小姐的。他这话刚说完，2名身着便服的男人追了过来。萧福光刚一看见他们，瞳孔骤然紧缩，他正想开口说什么，却见跪在他脚边拉着他手腕的女子从地上爬了起来，迅速躲到他身后。这个瞬间，萧望舒横跨一步，隔开了萧福光和那女子，用身体挡在那女子面前。那女子也松开了萧福光，就近抓紧了萧望舒的腰带。小姐救我，救救我！光天化日之下，你们2个奴才也敢上街抢人了？回去告诉你们东家，他这小妾我们要，有本事上相府要人。萧福光转头看向萧望舒，张开嘴正想说什么，但目光触及那女子和萧望舒的距离，他什么话都咽回去了。萧望舒看他一眼，又看向对面那2名男子，厉声呵斥：还不滚！那2人似有些为难，看了看四周陆续驻足围观的百姓，又看了看萧望舒，最后看向萧福光。只见萧福光也拂袖斥道：你们到底是谁家的奴仆？还不走？让你们东家去相府要人，听不懂吗？对面2人唯唯诺诺，推搡着离开了。晦气！人走了，你去接你儿子吧。他们肯定还没有走远，有劳公子小姐再带我一程。我们还有事儿，让这些护卫随你去不就行了？走吧，我们陪你去找你儿子，别让他被那些仆从抓住了。真的不行，求求小姐再带我一程，他们人多，肯定还在找我，我不能这时候去找儿子，会害了他的。萧望舒朝萧福光抬了抬手，示意他别说了。那就先跟着我们吧。松开我的衣裳，你手脏。小姐恕罪，小姐恕罪，我一时害怕，才拉了小姐的衣裳。萧望舒没管他，和萧福光一起领着丫鬟护卫继续往锦衣门走。阮复兴向他简短汇报了一下进度，也在萧望舒预估范围内。禀报完锦衣门的事，阮复兴把视线投向萧望舒身后，斟酌片刻，开口询问：这位是小姐新收的丫鬟？一春书下将近护天，带她下去洗漱更衣，弄干净了再带来见我。是。原来你们是相府的人啊。对啊，在相府萧府，别看咱们小姐看上去冷冰冰的不近人情，其实对我们都很好的。你来咱们相府当差，伺候小姐很轻松的，只要把小姐伺候好了，干活仔细认真一点，工钱多又舒坦。真是前生修来的福气，找人求救，找到了相府的嫡小姐。那是，你那什么小商小贩的老爷，谅他也不敢跟我们小姐较劲儿。我们还没问过呢，你叫什么？飞莹，我叫飞莹。飞莹，你等下就换这身干净衣裳吧。小姐的性子是那样，看不得有脏污，你以后注意些啊。我知道的，以后当差一定注意。行了，让她洗吧。宜春，我们出去候着。你动作快一些啊，小姐不喜欢等人。哼，废话真多，耽误时间。要不是门外还有2个护卫守着，人多怕事情闹大，我早就解决了那2个丫鬟，直接离开了。我收拾好了，带我去见小姐吧。人居然没跑。你刚才不是说要去给七弟买陈记铺子的糕点吗？去吧，给我也带2盒山药糕和枣泥糕。每次母亲让你出门多带2个护卫，你也不听，就带着2个小厮到处跑。让李塔和李军跟着你吧。姐姐，我是男子，哪里就那么娇气了？哎，行了，姐姐可少念叨2句，我带上他们就是了。别把你那商贾家的小妾做派带到相府上，相府的丫鬟是不兴带珠宝玉器的。小姐教训的是，奴婢谨记，进相府后绝不再犯。你们都下去吧，我有话问他。是。你先去旁边核对账册，对完之后再来禀告。是。名字？回小姐，奴婢名叫飞莹。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儿子接回来？今夜，趁搜查的那些奴仆休息，奴婢就接上儿子一起去相府。
那你的卖身契呢？是在那经商人手上，还是已经去府衙消了越级，恢复平民之身了？奴籍和越级都是签了卖身契，任由打杀的。你连自己的卖身契都不知道在哪儿，让我如何救你啊？到时我的奴婢被一商贾随从打杀了，我还动他不得，岂不是折了我的颜面？飞鹰皱起眉头，使劲闭上眼，然后睁开。奴婢的月姬已经消了。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没有户籍呢。听到这话，飞鹰那沉重的脑袋仿佛被人刺了一下，瞬间清醒许多，猛地抬起头看向萧望舒。看到萧望舒脸上的笑容，他已经下意识地伸手拔下了发间的珠钗，但还不等他站起来，他整个人就浑身无力地栽在地上，再怎么挣扎也没能爬起来。香炉里飘出的白烟缭绕上升，萦绕在茶室。阮福新扶着墙站起，使劲摇了摇脑袋，匆忙走到桌边，灭了香炉里燃着的香料，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灌下去。喝完，他眼前清明许多，又给萧望舒倒了杯茶。萧望舒脸上笑意依旧，端起手边的茶杯，亲眼看着飞鹰不甘又恐惧地合上了眼。唉，京师的香就是不一样，这劲儿真大。大堂有批木板被重铸了，草民来请萧小姐下楼瞧瞧。陈将军这是转行做木匠了吗？末将见过四小姐。末将见过四小姐。两人朝着萧望舒行完礼，立刻吩咐4名士兵进来，把地上晕厥的飞鹰绑好带下去。阮福新提着壶给后面的将士都倒了杯茶。真是太冒险了，姐姐你没事就好。其实我有事，有点饿了，让你买的山药糕和枣泥糕呢。这个时候了，姐姐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明明出门前他们都商议好了，他是去找将士来稳定局面的，不是真的去买糕点的。我真的没有开玩笑。萧福光被他气得不行。末将买了。陈将军，你买什么了？山药糕。在相府陪小公子训练时，四小姐常给末将带些吃食，末将早上路过糕点铺子就买了2盒，原本想请小公子代为转送，聊表谢意。是末将疏忽了，末将也吃了不少四小姐的糕点。陈楚朝后边招了招手，2名男子提着食盒走进来。这2人赫然是刚才在街上追捕飞鹰，被萧望舒和萧福光斥退的那2名便服男子。卑职2人追捕不力，让细作惊扰了四小姐，还劳烦四小姐冒险抓捕，请四小姐恕罪。方才那细作离我们姐弟离得太近，未免他狗急跳墙伤了我和福光，不得不先顺着他。若有言语辱骂之处，还请2位小将多多体谅。小姐言重了，这都不算什么，您和公子的安全重要。是我和姐姐运气不好，恰好被那细作撞上，还险些被他挟持，你们别放在心上。好了好了，公子小姐没事儿，细作也抓到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陆将军说的是，这几名巫国细作，相爷近些日子为抓他们耗费了不少力气，如今这最后一个也总算抓住了，末将这就押他们回去，向相爷复命。陈楚，你先别回去，稍后就带人护送一下公子小姐回府，完事儿了再来军营找我，相爷那边我去说。小姐，飞鹰他……你看见他手臂的淤青伤痕了吗？小姐也动了恻隐之心吗？不，我是想告诉你们，那只手即使受着伤，也能直接拧断你们的脖子。一春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有些不敢置信。那样一个摔在地上，摩擦的手臂通红，却也看不见伤口的女子，该是怎样强烈的求生欲才能做到的？又或者说，她对这类型的擦伤该是有多麻木，才能不管不看，仅仅只是痛呼那么一声叫给我们听。还有，逃命关头能够清晰概括出自己生平的人并不多，更别说一点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就说的那般顺畅。他顺畅的让我觉得，那些生平并不是他经历过的，而是他死记硬背，就那么背下来的。那样一个逃命关头，还不忘带支珠钗的女子，你们要是在遇到的时候，多少提防一下。他那珠钗是用来挽发的，
还是用来刺进你们脖子的。一春直接抬起手捂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和属下，我们俩刚才还和那个细作和他共处一室呢。哼，若非姐姐还派了江吉和胡天过去凑数，你俩现在早就魂归地府了。奴婢知错，请小姐责罚。将军坐吧，这是店铺茶室，不是相府，不必拘着。谢小姐。安静坐到一旁，看着萧望舒把李塔他们4人全部叫进来。属下知错，请小姐责罚。看来是真饿了。属下知错，请小姐责罚。你是在请我责罚，还是在催我责罚？属下不敢。按照相府的规矩，户主不利的奴才都是要发卖出去的。这是你们刚签卖身契的时候，管家就会和你们说清楚的事情。现在看来，卖身契上的内容你们是一条都没有记住，只看到每月那2两银子的工钱了，是吗？罢了，你们4个都回去吧，去管家那里领罚。萧望舒说完，见他们4人还跪在原地不动，萧福光冷声道：你们知道今日为何会这么麻烦吗？在罗恒和杨榆木追来的时候，那时姐姐完全可以直接拉着我避开，把细作交给你们对付。你们知道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躲开吗？因为她知道你们毫无准备，甚至可能还在心里怜惜那个弱女子的遭遇。一旦她躲开，那细作慌不择路，只顾逃生，不知要杀了你们里面的多少人。你们毫无准备，只有待宰的份儿。听到萧福光的话，李军他们3人均把头低得更低了点儿。身为护卫，不想着保护主子，还需要主子反过来以身涉险保护你们，你们还有何颜面待在姐姐身边？都回去吧，去管家那里领罚，该怎么处置都按照规矩来。过了许久，李军他们4人才先后起身，颓废无力地回了声是，转身离开了。小姐，奴婢知错了，你别不要奴婢啊！奴婢以后一定不会再同情外面的人了。小姐，你打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把我们的月钱全扣了都成，你别不要我们呢！当真知错了？奴婢知错了。起来吧，回府后去刑房，每人10兆，扣3个月的工钱。谢小姐开恩，谢小姐开恩。姐姐显然还是顾念10多年的主仆情谊啊。虽说丫鬟不必习武护卫主子的安全，但你们2人该有的戒心还是要有。姐姐是相府嫡小姐，这样的身份注定姐姐要面对各式各样心怀歹意的人。你们跟在姐姐身边伺候，别把事情都想得太简单了，也别把人都想得太好了。是。账目核算清楚了吗？属下已经核算清楚了，请小姐过目。萧望舒接过账本，一页一页迅速翻看，阅读速度令人咂舌，说是一目10行都不为过。看完册上那些数据，萧望舒习惯性的掐指算了算，装潢支出再加上绣工的工钱，前3个月下来是376两银子，预算足够。不过铺面不大，上下也只有2层楼，店小二就别招的太多了，以免拥挤。15个人轮换，每日铺子里有10个人守着就成。人数虽然不用太多，但是一定要招一些态度好、有耐心的，干活细致、认真的才能留下，不适用的尽早换掉。工钱方面，可以适当比京师其余的店里的小二高一些，每季设点什么奖赏，多劳者多得，激励一下他们，也让他们互相监督一下。这些你可以自己看着办呢。属下明白了。今儿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完了，回府吧。小姐公子没事就好，老奴盼了多时了。夫人正在院里候着您2位呢。母亲怎么这么急？哎呦，能不急吗，我的公子哟！陆将军回府向相爷禀报时，夫人也正好在书房，失手把相爷最爱的那方砚台都拿摔喽。父亲的庄墨砚摔了？可不是嘛，夫人手一滑就给摔了。
听到陆将军说你们没事儿，夫人这才缓过神来。事后相爷你脸上心疼的呀，到底还是没说夫人什么。还是嬷嬷身子骨硬朗，这走的我和姐姐都跟不上了。公子您这会儿可别寻老奴的开心，咱还是赶紧的，您和小姐先见过夫人再说，省得夫人在院里干着急。事情我清楚了，你回营吧。细作那边严审严查。陈楚抱拳躬身，正要告退时，又迟疑了一瞬。怎么？末将觉得小姐身边的护卫训练松散了些。那4人已经准备发脉出府了。至于望舒那边，让夫人再带他去选几个机灵点的护卫吧。陈楚听到这话，原本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仔细想想，他想提的建议有些逾越。四小姐身边的护卫如何训练，并不是他该插手的事情。还有事吗？末将告退。夫人放心，小姐公子睿智机敏，不会有事的。陆将军不是也说了吗？小姐公子无恙。陈将军等他们办完事，就会护送他们回来。是啊，夫人，若是出了什么事，小姐公子肯定早就回府了。小姐这会儿还有闲心忙着铺子的事儿，就证明没有什么事儿。夫人啊，您就别太担心了，坐下喝杯茶吧。房庆儿抬手扶额，有些头疼的朝他们摆了摆手。不为人母，哪里能感受到这种担忧？回来了，小姐公子和嬷嬷回来了。今日小姐稳重了，公子反倒跳脱起来，打去了老奴一路。嬷嬷，这姐弟呀，他也讲究一个平衡，总要一动一静才能相得益彰。哎呦，老奴这张嘴是说不过公子的，公子您说什么都有理，可赶紧想想怎么和夫人讲理吧。你呀，还嬉皮笑脸。还有你呀，望舒，出了事还不知道回府，还敢在外逗留，你们姐弟近日这胆子真是愈发的大呀。孩儿知错。近日京师不太平，你们姐弟就老实待在府里，哪儿也别去。尤其是你，望舒，铺子里的事情先放一放，有事派下人去办，听到没有？母亲放心，接下来孩儿就待在府上，等父亲母亲觉得京师安全了，孩儿再出门。孩儿也一样。今日跟你出去的那4名护卫就发卖算了，护主不利，没仗比他们，已经是看在你与他们主仆一场的情分上了。他们4人已经不是孩儿的人了，这事儿母亲决定就好。那我这些日子再多挑选挑选，选些更好的护卫出来。望舒你再挑几个。好，母亲先慢慢挑吧，不急的。瞧这架势，我们应该还要在府里待上一段时间。唉，原本过几日是要进宫一趟的，被耽搁了，也只能到时候再选时间入宫了。进宫？你五妹萧贵妃，她那肚子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大，孕吐水肿，腰酸腿胀，是样样不落。整日在宫里哭闹着要见她小娘，皇后娘娘没有办法，又怕她这么闹下去动了胎气，只好派人传信府中，问能不能让罗姨娘进宫一趟。原本依照宫规，朝臣的妾室是没有资格入宫的，但你们父亲也怕萧贵妃伤了皇嗣，就让我带上罗姨娘入宫一趟。原是如此。罗姨娘入宫这事儿再看吧，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总得等安定下来再入宫。母亲，到时候我能一起入宫吗？你，望舒，你以前不是不喜欢见到罗姨娘的吗？母亲，我进宫可和罗姨娘毫无干系的。上次刘太医那草蜜胶调得很好，我这身上半点疤痕都没有留下，所以想着进宫道个谢的。仅此而已。除开道谢，还想和刘太医谈一笔收益可观的生意。你这丫头呀，最近真是钻到钱眼子里去了。母亲，姐姐有个爱好也是好事儿，能赚钱最好，哪怕不赚钱也能让她打发打发时间，不是？你们姐弟2个最近倒是合起伙说话办事了。
萧福光立马摇头，闭紧了嘴。母亲就带上我吧，否则你和罗姨娘一起进宫，面对面的还说不上几句话，那得多窒息啊！再一个，罗姨娘她也不太会说话啊，说起话来一句赛一句的阴阳怪气，那么难听。母亲带上我，好歹入宫的路上还有个人谈谈天，不是吗？罢了罢了，别摇了，我这头都被你晃昏了，带上你就是了。多谢母亲。那他们二人你要如何处置呢？丫鬟护卫在外，皆得护主，哪有主子反过来涉嫌保护丫鬟护卫的道理？此事你若不严惩，他们岂不翻了天去？你日后还如何御下？奴婢们已经知错了，还望夫人开恩。我们二人日后必定伺候好小姐，此事绝对不会再犯。母亲，好歹也是伺候了我这么多年的人，这次就让我自己处置吧。若下次再犯，再交由府上按规矩办。唉，你呀，还是心太软。罢了，既然你们小姐要亲自处置你们这次就听她的罚吧。只是这种事，若再有下次，请夫人放心，绝无下次。再有下次，奴婢们以此谢罪。好，那就起来吧。见过陈将军。陈楚点了点头，看向他们两人身后那几名有些眼熟的将士。他们犯了什么事儿？这6人里，为首的2名小将，他前些天还见过他们几次，好像叫个什么秦泰、尉迟燕，反正2人办事都还挺漂亮的。听到陈楚问起，那2人面上有些纠结，往四周看了看，见没外人，才敢靠近陈楚身边。冲撞了恒威将军，我们将军说了好些话，才保下他们性命，现在要发配到狄州去。有个差事比发配狄州要轻松得多，还能留在京师，你们可愿去啊？将军此话当真？秦泰是吧？是。相爷的小姐身边缺几个护卫，要是你们肯放下架子去小姐身边的话，我可以为你们去相爷那边说一说。相爷府上的小姐，相府如今未嫁的不就是一个嫡4小姐萧望舒吗？将军要我们去4小姐身边当护卫，恒威将军能答应？只要你们愿意，剩下的事情我去办。秦泰和他身边另一名小将对视一眼。我们愿意去4小姐身边，有劳陈将军从中周旋。先把他们6人押下去，别让别人瞧见了。是。姐姐近日怎么看起地理志来了？想出门走走吗？倒也不是不想出门，只是看这天下地图广阔，不见边际，我想瞧瞧是个怎么个广阔法。听父亲说，从燕州京师到我们萧氏祖地黎州安昌郡，哪怕快马加鞭也得5日时间，这还只是2州之隔，更别说茫茫天下了。确实，厚土之广不可丈量。阿弟说的有道理。好了，姐姐，先别感叹那许多了，过来瞧瞧我的字儿，看看可还入得了眼。奴婢参见公子小姐，小姐还真在公子这，让奴婢好找。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哦，母亲突然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吗？姐姐，这你得问自己又惹了些什么祸。公子说笑了，今儿个咱们没有祸事，竟是好事呢。是这样的，相爷特地为小姐安排了6名护卫，夫人让小姐过去瞧瞧，若是小姐觉得顺眼，便可将人带回去。父亲安排的，确实是相爷安排的，听说还是军营将士呢，奴婢瞧着就觉得很靠谱。小姐，去瞧瞧吧。唉，我想要匹汗血宝马的事儿，父亲那是提也不提。姐姐身边的护卫才缺了几天，父亲都把军营将士送来了，终究还是女儿家受宠啊。你可少说2句吧，就你现在这小身板，也别想着什么汗血宝马了，父亲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这字儿先写着，回头我再瞧。姐姐快去吧，别一会儿到手的护卫都飞喽。母亲，嬷嬷瞧瞧，在府上关了这几日，还将咱们望舒关成大家闺秀了。夫人可别冤枉了小姐，咱们小姐可一直都是大家闺秀。好了，望舒，你自个儿瞧瞧吧。这6位将士不小心冲撞了你萧玉堂叔，这才被撤去职务，发配狄州。他们都是军营里勤恳踏实的，
你父亲听闻后于心不忍，碍于宗亲势力，不好驳了你堂叔的意思，只能这么给他们另谋个出路。你瞧瞧吧，你父亲的意思是，正好你身边缺几名护卫，若是合眼缘，就将他们带回去。这一条，稍微收收你那小性子，别太苛待6位将士。若是你们不合眼缘，我再在府上、庄子上或者铺子里，给他们6人安排个闲职坐着。虽比不得在军营里为官为将，但也不会叫他们生活难过就是了。卑职等人谢相爷夫人费心安排。都起吧，你们在军中为民为国，为相爷劳苦，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必不能亏待了你们。谢夫人。我瞧着这6位将士都挺好的，只是不知军营将士能否经得住给我当护卫的落差呀？小姐放心，军令如山，我们始终牢记。只要小姐有令，我们必然遵奉。军中将士视相爷如主，小姐是相爷嫡女，亦是主子。那好，你们6个人就跟着我吧。卑职遵命。除开皇帝，若非武将之身，是不可以私带军中将士在身边护卫安全的。我是朝臣之女，身边护卫只可自称属下或者奴才，不可再称卑职，记下了吗？秦泰闻言一愣，属下谨记。秦泰回过神来，属下谨记，属下谨记。母亲，那孩儿就先带着他们6个人回去了。瞧你急的，回去吧。晚些时候和福光一起来我这儿，陪我用个晚膳。是。听说李塔他们4人被发卖出府之后，你们对我颇有怨言呢。属下万万不敢，请小姐明鉴啊！李塔他们护主不力，被发卖出去也是应该的，属下哪敢怨怪小姐呀？就是，小姐切勿听外人嘴碎。您待属下们极好，属下们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怨怪呢？这是群什么东西？外人是在暗指我们吗？其实我就是在府上待得太无聊了，找你们来解解闷儿的。那些护卫顿时又变了脸色，各异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秦泰他们也对这位萧府嫡嗣小姐有了新的认识，性格跳脱，喜好恐吓。不过你们在我这里办事呢，嘴上还是有个把门的比较好，否则你们说出去的话，可能以各种方式传到我的耳朵里。今日找你们聊天解解闷儿，若是还有下次，那恐怕我就得送你们去管家那里，让管家陪你们聊上几句。萧望舒每说一句，那些人的脸色就变上一变。等萧望舒说完，那些人跪在地上，已经半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出口了。下去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是。秦泰他们被他看得头皮发麻。小姐有何吩咐？各位，先自个儿报个名字吧。属下秦泰，见过小姐。萧望舒脸色微变，随即恢复如常。属下尉迟燕，见过小姐。属下罗兴，见过小姐。属下杨平，见过小姐。属下江临海，见过小姐。属下李涯，见过小姐。萧望舒逐个记下，在心里默念了几遍，最后将视线投向秦泰。秦晋之秦，泰斗之泰。回禀小姐，正是。萧望舒看向秦泰那双犀利的眉眼，20来岁的少年郎如今意气风发，与书中那一笔带过的残缺沧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是萧望舒的目光太深邃，让秦泰有些不太适应。下去吧，都换身衣裳，甲胄都收起来，不要再在后院穿了。是。秦泰这个名字他在书中见过，不过是在剧情发展接近尾声的时候。书中所写，那将军脸上一道刀疤纵穿左眼，将至中年却已满鬓苍白，杀在剿灭萧氏余孽的第一线。那将军名叫秦泰。秦泰这个名字在剧情中期扳倒萧红的过程中偶有提及，但这个人真正出场时已是全书末期。他带着对萧氏的滔天恨意，带兵冲向利州安昌郡，剿灭了萧氏祖弟逃窜的所有萧氏余孽。书中对他不过7、8段文字描写，而就是这短暂的出场，他携着嗜血之恨，为了替他的兄弟报仇，血洗了萧氏祖弟。萧望舒回过神来，转身往院外走去，去了萧红的书房。何事？
给你备的护卫不合心意吗？正在磨墨的陈楚闻言，抬头看了萧望舒一眼，然后低下头，捏着墨的手指微微收紧。怎会呢？秦太六人训练有素，甚合孩儿心意。孩儿过来是向父亲道谢的。哦，特地道谢来的。萧望舒沉吟片刻，确实还有几分好奇，想来找父亲解惑的。自己做吧。谢父亲。孩儿只是好奇，父亲若真想安抚军心，为秦太他们谋个去处，原有更好的选择，为何选择将他们放在孩儿这里啊？若是父亲将他们放在别处，或许他们还能继续为父亲效力一二。想来萧玉堂叔已经明白父亲的意思了，不会再对他们加以为难。即便父亲担忧他们心中有怨，不放心重用他们，那给他们安排一个闲职，也算是全了他们的体面，让军中将士也无话可说啊。听到萧望舒的问话，萧红有些诧异，沉吟片刻后，那依你猜测呢？孩儿猜不出来，所以过来询问父亲。父亲是觉得孩儿会遇到什么危险吗？还是说父亲觉得孩儿不会永远待在京师，将来会去到您的羽翼无法覆盖之处？听到这话，萧红的笔直接停滞在半空，陈楚手上的动作也随之停顿。你听谁说了些什么吗？萧家与拓跋联姻之事，只有他和几个信任的将领才知晓。夫人怕女儿伤心，在拓跋使臣抵达京师之前，他瞒着女儿还来不及，又怎会告诉他？所以到底是谁说了些什么，让他听进去了？最近京师城内细作不断，外敌屡屡潜入，来得蹊跷。边境若无摩擦，京内必有盛事。再加上二哥他最近时常不回府，忙于部署宫内禁军，维护宫宴安宁，想必是有重要的来使。父亲母亲最近也对孩儿有些反常，孩儿隐约觉得有些心慌。这一下换成萧红无言以对了，他还能说什么？说他这女儿嗅觉灵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嗅出端倪来吗？有一会儿，萧红开口讲着：拓跋首领有意交好，派王子公主进京联姻，敌国细作正盯着拓跋使臣，若是使臣出事儿，我们与拓跋部落的联系也将破裂。见萧王叔久久不语，萧红又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父亲手握权柄，忧虑甚多，孩儿明白了。那你可有什么要说的？萧红对萧望舒的反应有些意外，他以为乍一听到拓跋联姻的事，以他这个女儿的性格，肯定要大闹一番。这样不吵不闹的，倒叫他有些惊讶，还有些愧疚。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孩儿会尽己所能，维持萧家与拓跋的联盟。至于是不是以嫁过去的方式，那就不一定了。所以父亲将秦太他们拨到孩儿的身边，是在提前为孩儿组建一支随亲的队伍，未免孩儿将来在他乡无人可用，是吗？有部分原因在此，但并非全然如此。让秦太他们追随你，其实最初是陈楚提出来的，并不是我的意思。他觉得寻常护卫难以担起保护你的重任，而秦太他们就此发配也太可惜了，难免寒了军心，所以他才在我这里为秦太他们求了个情，谋了个去路。我想了许久，觉得他所说的也可行，便这样安排了。萧望舒听完不仅没有解惑，反而更加疑惑了，一头雾水地看向陈楚。他自认为他和陈楚那几块糕点几杯茶水的交情，并不值得对方为他如此考虑。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便找他问吧。陈楚，你去把福光和振西原先的骑射师傅找来，接下来你和陆旭阳就好好忙军营的事儿。是，都下去吧。小姐，陈楚见萧望舒不说话了，开口说着：小姐想问些什么就请问吧。陈将军如何想到要将秦太他们6个人送到我这里来的？我相信陈将军定能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去处，至少比后宅小姐身边的护卫要体面。陈楚皱起眉头想了会儿：不，末将没有更好的去处给他们安排。什么？堂堂4品5卫将军，但凡愿意在麾下随便挪个闲职出来，
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来敷衍他。末将认为，能跟在小姐身边是他们的运气。小姐机敏聪慧，必能教会他们许多，这远比在外面找个闲职要好得多。而且他们6人训练有素，比寻常护卫能打，在外也比寻常护卫要警惕。有他们在，小姐更加安全。小姐那里就是他们最好的去处。萧望舒被他说的迟疑了半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停下脚步，面朝陈楚，俯身一笑：“有劳将军费心安排。”陈楚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想扶他的胳膊，手刚伸出去，似乎是察觉不合礼数，陈楚又立马收回了手，抱拳弯腰回了一礼：“小姐不必客气。”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但听在萧望舒耳朵里又多了几分不同寻常。两人继续往萧福光宴里走去。大将军可知秦泰祖籍何处？家中可有兄弟吗？陈楚皱起眉头，仔细思索一番。秦泰是孤儿，无父无母，更无兄弟。当真没有？哪怕是养父养母、结义兄弟，也都没有。陈楚的眉头直接拧成了结，想了许久，最终确认没有。若真要说个兄弟出来，那就只有尉迟彦。尉迟彦家中算是小富，他爹是当地员外，当年朝廷征兵征到了那座县城，尉迟彦是家中独子，便被征来了。他父母不放心，花钱雇了孤儿之身的秦泰一同参军，让秦泰在军中照顾尉迟彦。两人参军至此，同吃同睡，感情胜似兄弟。那他们冲撞了萧玉堂叔，若真发配去狄州，会是什么下场？恐怕活不到抵达狄州。发配狄州，他们在一路上就会受到各种苛待，缺粮缺水，饱受欺辱。如果他们敢在路上逃跑，被抓回来之后，更是会被当众用藤鞭抽到断气为止。即使有人从中周旋，让看押流犯的将士善待他们一些，他们也难以活着走到狄州。最后哪怕他们运气好，真的活着走到了狄州，这也还只是苦难生活开始的第一步。狄州乃是我魏国西北边境，常有鲜于蛮族之人犯境。被发配过去那些将士，大多都是以肉身筑城墙，在鲜于蛮人犯境之时，他们是第一批被推出去御敌的人。若是秦泰真把这趟狄州之行走一遍，亲眼看着尉迟彦和其余4人惨死在他眼前，萧望舒相信他完全干得出来血洗萧氏祖弟的事。恐怕血洗完了萧氏祖弟，他还不解恨。萧玉堂叔在军营里时常这样暴怒发火吗？恒威将军他确实性情火爆易怒，相爷也颇为头疼。萧玉堂叔有赫赫战功傍身，早年为父亲立过汗马功劳，想必父亲夹在中间也很为难的。秦泰他们的事情确实多谢将军，既为父亲分忧，也送了我几个得力的护卫。陈楚跟着他停下脚步，一看才发现已经走到了萧福光的院子。今天这路真短，感觉没走几步就到了。那将军和阿弟慢忙，我就先失陪了。小姐请便。2个月后，锦衣门完工在即，他和阮复兴等了3个月的开市终于快来了。潘安腹中的龙胎，我找仙长算过了，多半是个皇子。咱们潘安这是要诞下皇长子了呀，难怪怀胎辛苦。也不管旁边房妻儿和萧望舒接不接话，那夫人乐呵呵的，自顾自的继续说着：“咱们潘安真是争气呀，相爷也盼着他能给咱们萧府添个皇室外孙呢。”马车外，一名婢女小跑上前，挤到宜春和书夏中间，从车窗外递了一个小瓷瓶进去，交给那妇人。罗姨娘还是先把药吃了吧，歇会儿再开始讲吧。确实，罗姨娘先把药吃了吧。也一会儿到了贵妃娘娘的云光殿，还在咳嗽，叫贵妃娘娘看了担忧。望叔，稍后你随我们见过皇后娘娘和贵妃娘娘，想做什么请皇后娘娘帮忙，勿要扰了贵妃娘娘和罗姨娘。孩儿明白的，母亲放心。舒姐要办些什么事啊？潘安如今是贵妃，又怀着龙胎，后宫里的忙她也能帮的。舒姐已经及笄几年，如今年纪也不小了，怎么终身大事还不瞅一下呀？罗姨娘还是吃药吧，药吃完了就歇一歇。罗姨娘还是多操心一下贵妃妹妹的龙胎，
别有事没事盯着我。当年若非我对入宫没有兴趣，贵妃妹妹也就不是贵妃了。几个月前，若非我无聊进宫，贵妃妹妹这龙胎也就没有了。听到萧望舒的话，罗姨娘的脸色又青又红，煞是好看。房庆儿脸上的笑容也稍微真实了些，声音柔和：少爷总爱惯着这丫头，惯得她无法无天。罗姨娘别往心里去，我回去好好说说她。罗姨娘扯开嘴角干笑2声，没再说什么。贵妃娘娘这个性子放在宫中，实在有劳皇后娘娘多多帮扶。听着房庆儿的话，萧采衣都沉默了。我们姐妹互相帮扶是应该的，妩媚之胎极为重要，其中厉害我也明白，请父亲母亲放心。皇后娘娘识得大体，如此臣父和相爷也就安心了。唉，这是李姨娘托臣父带给娘娘的，为保娘娘平安，李姨娘特意上寺庙求的，娘娘收着吧。母亲，小娘她在府中可还安好？李姨娘向来看得开，每日佛珠一转，俗世纷扰与她无关。其实啊，只要娘娘你在宫中平安无事，李姨娘自然安好。多谢母亲告知。别想那些个事儿了，李姨娘也不愿意看见娘娘你过得不开心。其实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请长姐帮忙。四妹有何事？是这样的，我想见见刘太医。上次为我调制草蜜胶的那位刘太医，我有一笔生意想和他谈谈。谈生意？臣父给了他2间铺子，他现在一心就扑在那2间铺子上，张口闭口就是钱和生意，还请娘娘多担待些。母亲言重了，哪里称得上什么担待？四妹想谈，尽管让她去谈就是了。去太医院，请刘太医来一趟。是。不知四小姐叫微臣前来，是有个什么生意要谈？上次我受伤的时候，刘太医为我调制的那草蜜胶，不知刘太医可愿交卖药方啊？哎，不可不可，这万万不可！草蜜胶乃是微臣祖传之方，家族世代相传，岂可变卖？这岂不寒了祖宗的心呐？微臣100年之后，哪还有颜面下去见列祖列宗啊？小姐先前不是说只要草蜜胶吗？怎么还要上药方了？药方这东西都是秘传，是一个行医家族从祖辈积攒下来的，轻易不往外传，这怎么要得到啊？既然药方对刘太医如此重要，那我便不要了。那不知刘太医可愿每个月为我调制上20罐呢？20罐？不多，调制是可以的，可以的。那便这么定下了。那刘太医调制1罐草药成本大概需要多少钱呢？不多，微臣家中药材都是自家庄子采的，调制草蜜胶虽有几味药较为难得，但1罐下来也就200文钱的样子。小姐若是只要20罐，微臣送与小姐都成。刘太医，我是每个月都需要20罐，供锦衣门售卖。草蜜胶1罐成本200文钱，20罐就是4两银子。长此以往，数额不小的，我们还是力气吧。刘太医辛苦，我们还想和你分5成的利，有张契约摆着，大家都好办事。那微臣这月先送与小姐20罐，若小姐真能卖出去，再力气不迟；若是卖不出去，便罢了，别叫小姐买去吃亏。那好，下月初1，我派人去刘太医府上取药。好，微臣初1之前一定调制好，只要小姐不怕卖不出去就行。不过是些女子祛疤的药，能卖多少钱？这位四小姐呀，到时候可别赔了银子在府上哭鼻子。怎会卖不出去啊？刘太医要相信自己制出的东西，我身上这些不留痕迹的伤不都是活招牌吗？若是这笔生意能够成，每月初1刘太医都能再多进一笔账，不是吗？刘太医抬手扶额，笑着应下。这药用起来是外敷的，也没放什么格外需要注意的药材，绝大多数人可放心使用，效果因人而异罢了。
微臣回去后将使用细则写下，下月初1时一并交给小姐的人。萧望舒点了点头，笑着应下。小姐，你真的很想要那草蜜胶的药方吗？我要那东西做什么啊？我又不行医。那小姐刚才还……我只是激一激刘太医，让他快些答应罢了。快到午膳时间了，我不想耽搁午膳。这个理由十分强势，易春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他要再说什么。那药方放在我的手上也没有用，我还要担心被外人盗取。即便找了别的大夫按照药方调制，恐怕也没有刘太医调制的效果好，平白砸了招牌。不如辛苦一下刘太医，让他亲自调制。物以稀为贵，反正锦衣门所需的量并不多，刘太医一个人也是忙得过来的，那就不必再多生事端去要他的药方了。属下听完想了会儿，眼前一亮，似有所悟。易春在萧望舒旁边听得半懂不懂的，有些迷糊的点了点头。听起来很复杂，但他就是莫名觉得小姐很厉害。午膳过后，萧府的人再在宫中逗留会儿，房契儿又和萧彩仪交代了一些经常交代的事。最后，在罗姨娘和萧盼安那难舍难分的哭声中，房契儿维持着脸上的微笑，向萧彩仪告退，领队回府。唉，咱们盼安这一胎怀的真是太辛苦了呀！我们今儿去了一天，也没瞧见陛下去看看盼安。陛下政务这么繁忙，咱们盼安这胎怀的更不好受啊。朝政之事都是父亲代理，皇帝忙什么东西了？忙着为他的白月光沐出血道哀呢吗？或者忙着在萧红眼皮子底下拉帮结派，挽救他自己日渐瓦解的保皇党势力？萧望舒一句话噎得罗姨娘闭了嘴。房契儿仍在闭眼小憩，不知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孟冬10月，天气渐寒，锦衣门还没开市，请帖就已经提前3天送到了京师各家夫人小姐手上，连带送出去的还有宫廷祛疤秘药、草蜜胶，每月20罐限量出售的消息。宫廷老太医亲自调制的膏药，号称祛疤除痕的终点，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女子的目光。成本200文钱，售价20两银子。宫廷秘药，首先这太医亲制4个字便已经够有分量，更别说刘太医的草蜜胶真的有实效。京师车水马龙之地，天下首府，这里从来不缺富商的，而富商私底下里想要请到刘太医出手，不知要耗费多少财力去开路。这种情况下，他们极力请来太医，大多都是病痛缠身，为了让太医来保住自己的性命，而非修复家中女子的容颜。对于富商家的小姐夫人而言，只花20两就能买到太医亲自调制的宫廷祛疤秘药，绝对是他们的福音。你放心，这个价格对于草蜜胶来说只低不高。挑选出售的货物之前，就该定好目标受众，谁会买你的东西，定什么价格合适，你心中都要有个数。小姐别转了，奴婢的眼睛都要被晃晕了。咱们家的小姐，这才是真正的国色天香嘛！小姐这身衣裳一穿出去，那得看直了多少人的眼珠子啊！就你嘴贫，时辰差不多了。忆春书下，你们去陈记给我买1盒山药糕，再多买几盒姑娘家爱吃的糕点回来。我们稍后去一趟房府。好的，小姐。那，小姐，既然是专供给那些富商家的夫人小姐，何不干脆再高一点，哪怕定个50两，其实他们也受得住。我还以为我这心已经够黑了，没想到啊，阮复心。没想到啊，阮复心，你小子更黑呀！阮复心摸着后脑勺，笑得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售价20两，他们都能承受得住，这个价格对于他们而言也不算太高。听到每月限售20罐的消息，他们可能还要想方设法的囤积1罐，以备不时之需。如果50两卖价太高，当然他们也是能够受得住的，但是他们会紧着用，不到必要时刻不买来用。而且到了50两这个价位，再往上加点，足以请到一位有些资历的太医给他们私底下看诊了。
他们没有必须要选择草蜜胶的理由。到那个时候，恐怕我们每个月限售的那20罐都不一定能够卖完。限售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迅速地打响名号，正是因为它的数量限制，会激发人的抢购欲望。如果没有人去疯抢，限售那将毫无意义。再一个，草蜜胶这种东西，如果有大批女子需要，就代表它有极其可观的利益，那么它的价格就不适合太高。因为在我们之后，一定会有数不清的商户闯进这片市场，都想要分一杯羹。到那个时候，我们既要保证草蜜胶的质量顶尖，更要保证它的价格合适。客人不是傻子，他们会货比三家，卖价太高属于自掘坟墓。还有就是20两的价格，许多官职不高末官家的夫人小姐也能够接受，或者是略有些家底的百姓，他们攒一攒也是有的。虽说我们的客人定位在富商家的小姐夫人身上，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放弃其余的客人。那些富商家的小姐夫人，他们的需求是有限的。年轻人啊，别把自己的路子走窄了。属下明白了。坐在桌边吃了会儿，吃个半饱之后，萧望舒起身整理仪容。行了，锦衣门开市的事情你就先张罗着吧，你们俩放下吧，随我去防府一趟。是。望舒小姐今儿来得巧，宰相也在府上，正和老太爷商议些什么呢？望舒小姐和二小姐玩闹时，稍微当心些，勿要惊扰了宰相和老太爷。父亲也在，那还真是太巧了。可不是嘛，您呐，就先和二小姐去后院陪陪老太太，稍后相爷和老太爷谈完了，老奴再悄悄与你们说，如何？也好。孩儿见过父亲，见过外祖父、大舅舅、怀瑾表哥。咱们望叔终于舍得出窝了，这才是嘛。常来陪陪你外祖母，和你表哥表姐多走动走动。你外祖母呀，最念叨的就是你，你常来，她心情也好。只要外祖母不嫌弃孙儿烦，孙儿以后肯定常来的。又美艳又温顺，这样强烈冲突的两种特性，此刻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叫人看了心里抓痒。祖母哪怕嫌我和绮罗烦，也不会嫌望舒表妹，表妹尽管来就是了。有外祖父和表哥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快去吧，老太太指不定多候着你呢，别叫你外祖母久等。是。都说了表妹你递了帖子肯定要来，祖母还不信，和我确认了好几次，问我你是不是真要来呀？表妹这身衣裳真好看，这童颜也好看，在你家绣娘那儿做的，改明儿我也去试试。瞧瞧，我就知道表姐生性爱美，这不，衣裳和头面都给你送来了。秦太他们6人看到萧望舒招手，这才敢进门，把手里的匾盒全部交给屋里的丫鬟婆子之后，他们6人又立刻出去，和院里的护卫一起待在门外。见过外祖母，外祖母福寿金安。快叫老身瞧瞧你，有些日子没见，怎么出落得这么漂亮了？真像，越看越像你母亲小时候。外祖母瞧瞧，母亲今天早上还在说我呢，人靠衣裳马靠鞍。呸呸呸，你别听你母亲混说，咱们望叔就是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好看，穿好了更好看。表妹，这儿怎么这么多盒子呀？表姐打开瞧瞧吧，里面有给你备的衣裳首饰，还有外祖母的、舅母的都有。当真？让我瞧瞧。房绮罗打开塔扣，撑开盒子看了一眼，刹那间珠宝华光璀璨夺目，尤其是房老太太那套头面，宝气内敛，偶尔倾泻的华光叫人移不开眼。哎呦，望叔，你这孩子，这些东西没找你母亲，自己个儿拿月例银子买的啊。咱们望叔有心啦，来，外祖母给你包小用钱啊。瞧外祖母这话说的，我给您送东西过来，
你扭头就要给我包零用钱，这要是让我母亲知道了，她还不得数落我啊？这些都是我铺子里的绣工自个儿绣的，外祖母放心，要不了太多钱的。我就是先拿一些上等货来，给外祖母和舅母表姐瞧瞧，大家呢也都给我当一个活招牌不是？表妹，你这个鬼灵精啊！我方才还不好意思呢，感情表妹你还有这个意思，那我就能放心大胆的穿戴了。穿出去给我那些闺中好友都瞧瞧，赶明儿你的锦衣门开市了，我把他们都吆喝过去。那感情好啊。两位妹妹说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还是望叔表妹讨祖母欢心呢。每次你来，祖母的心情都要好上一截。哥哥怎么来了？父亲不是找你有事吗？事情谈完了，我就过来给祖母请个安，也瞧瞧你们。好，好，都好。望叔今儿就在老身这里用晚膳，用完膳了，老身再着人送你回府。等会儿派人去萧府知会你母亲一声，你就放心在这儿和你表哥表姐们玩儿。好，都听外祖母的。我瞧表妹喜欢吃陈记铺子的点心，可要买些带回去啊。多谢表哥，不过不必了，我们不是才吃饱吗？也是，那下次再买吧。没过多久，马车往前行驶一段距离后又停了下来，大概还是停在了陈记铺子附近。怎么了？陈将军在。小姐，陈楚将军在买糕点，怀瑾少爷也过去了。萧望舒点了点头，靠在车厢上闭眼小憩。王老太太多日不见外孙女，好不容易等到外孙女回去看望她一次，她让厨房筹备的晚膳都是些大菜。刚才一顿饭吃下来，她这胃里现在还略有些腻。小姐，是山楂糕。萧望舒从盒子里拈起一块枣红色的糕点，放到鼻尖闻了闻，山楂的酸味萦绕在鼻尖，让人开始分泌唾液。萧望舒张嘴咬了一口，感受山楂酸味在舌尖缠绕的感觉。表哥买的吗？应该是吧。但想到萧望舒喜欢肯定答复的性格，他又立马掀开车帘，问了问外面的秦泰和尉迟燕。陈将军送的。是。小姐，是陈将军送来的。这个回答有些意外，但又好像意料之中。萧望舒勾起嘴角继续吃着。马车在路边停了有一会儿，直到陈楚和房怀瑾谈完事，秦泰才朝车里提醒一声，扬鞭驾车。路边一身甲胄的陈楚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伸手接过他近卫罗恒递来的缰绳。将军的糕点给了四小姐，要卑职再去买一盒吗？不必，回军营吧。是。天色有些晚，我就不进去叨扰姑父和姑母了，劳烦表妹替我向姑母问安。表哥的问安一定带到。表妹方才是饿了没好意思说吗？怎会呢，我们兄妹之间何须客气那些啊？方才我确实不想再吃什么，只是瞧着山楂糕酸甜消食，就多吃了几块。表哥这会儿怎么特地拿出来问呢？是被我的食量给惊到了吗？不是，怎么会？表妹净说些玩笑话。好，那我就不和表哥开玩笑了。10月14是个宜开市的好日子，表哥表姐有空闲都可以来锦衣门瞧瞧的。到时候若有空闲，一定去瞧瞧。那就这么说好了，表哥快些回去吧，别叫舅母担忧。好，表妹也回府吧，告辞。小姐，这饭盒没吃完的糕点还要吗？留着吧，等会儿我再吃。是。开市第一天，10名店小二忙得连轴转，要不是铺子不够大，阮福新真想再加他10个人。表妹，你这锦衣门哪里还需要我们充数啊？这都已经抢疯了。表姐这话就夸早了，这些客人都是看父亲和各位的面子才来的，未必长久。能够将他们长久留下来，才是我的本事。唉，你这儿卖的东西，哪里还愁留不下客人？以后我想在你这儿订衣裳，恐怕都还得走后门儿。表姐说话就是格外的动听，那我就借表姐的吉言了。萧四妹妹，房家姐姐，木武小姐。萧四妹妹这2间铺子改得真好，不知是在哪儿找的工匠，我也想这么改一改。铺子是按照我绘制的图纸来重建的，那些工匠都和我立了书契，未经我的允许不得复建。
否则是要打官司下牢的。木五小姐向来良善，想必也不会为难他们的。经过萧四妹妹的允许，我就没事了吗？那确实，看来木五小姐不想为难他们，只想为难我啊。不过木五小姐可能还需要看看，锦衣门里面所有的布置都是依据这楼的结构来布置的。实在不是我不愿意让你照着做，只是你想照搬的话，它也得合适你店铺的结构啊。万一布局不合适，冲了风水，冲散了你好不容易聚起来的财气，那岂不是我的罪过？穆小小脸上的笑容出现了片刻的僵硬。啊，就是和萧四妹妹开个玩笑，妹妹还当真了，我怎么会为难妹妹呢？我就知道木五小姐生性良善，厚道本分，干不出那些为难人的事儿。不过你刚才那玩笑话也说得太真了，我差点以为你变了一个人呢。萧四妹妹真会说笑，看来我这玩笑话确实说得挺真。看这样子，京师的闺阁小姐们终于要出一个和我一样泡在钱眼里的了。本以为萧望舒干不出什么名堂来，想让那些人看看锦衣门和瑞宝阁之间的差距，他才带来这么多人。结果现在一看，锦衣门的风头竟然还把瑞宝阁压下去了。瑞宝阁除了价钱实惠之外，其余地方都比锦衣门要差，不管是店铺装潢还是衣衫首饰，尤其是萧望舒还找了宫里的太医合作，在这场商品竞争里，他还把权力的诱惑也卖了进来，真是失算。难道不好吗？以后有钱一起赚，有骂一起挨。萧四妹妹这话就说得谦虚了，放眼京师，有谁敢骂宰相府的狄小姐呀？最多背后酸你几句，别当回事。穆小小上前伸手想要挽住萧望舒的胳膊。小姐，房府怀瑾公子在外面候着你们。原本还想和两位一起走一走的，既然房家公子还等着，那就算了。大家都在京师，往后的日子还长，下次再一起吧。好呀，那我们就说好了，下次再聚。今儿我就先带着我那些好友在里面继续逛逛。王姐姐姐和萧四妹妹快去忙吧。好啊，下次再聚。表姐，我们走吧，别让表哥久等。姐姐，你还真是稀奇啊！前段时间为了锦衣门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的，今儿锦衣门开市，你不在铺子里待着，反倒跑回来看我练习骑射。我还说一会儿练完就去锦衣门瞧瞧，你倒先回府了。意料之中的局面，按照计划推进，没有什么好瞧的。哎，姐姐不是才接手锦衣门吗？怎么又看起别的铺子的账册了？我母亲没有时间打理这些铺子，我闲下来了就一起看看。闲下来了？姐姐，你的铺子可才开市啊！前段时间姐姐忙得连轴转，甚至有时候连晚膳都会迟误一点再吃。今天锦衣门刚开市，她说闲下来了。对呀，开市了看看业绩，不就可以放手了吗？再一个，我一直守在那儿，真正要买东西的人未必放得开，反倒是别有用心的人看到我在那儿，万一掏钱找我帮什么忙，我是帮还是不帮呢？要是我不在，阮复兴可以直接拒掉，说这是锦衣门的规矩。要是我在的话，场面反而不好办。锦衣门的运营模式已经定得十分详细，阮复兴会去执行，他可以筹备下一步了。姐姐说的也是，那今天就算了，等过几天锦衣门开市的热闹劲儿过了，我再跟着你去瞧瞧。哦对了，陈将军那会儿还说祝姐姐万事亨通，日进斗金，让我代为转达。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只黄金雕刻的袖珍聚宝盆，再抬头看了看远处人高马大的陈楚，萧望舒实在没忍住笑了。远处的陈楚转过身，朝台上看了一眼，远远朝着萧望舒抱拳见了个礼，然后慢吞吞地转过身去。陈将军让我代为转送。萧望舒接过来掂了掂，约摸有个1两多点，不到2两。这么小个玩意儿，陈将军是哪里得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瞧着憨态可掬，挺讨喜的。陈将军说今儿开市，姐姐铺子里肯定有不少别人送去的大摆件，他送个小的，供姐姐闲时盘玩一下就是了。确实挺讨喜的。陈将军那个人看着像个闷葫芦，
没想到还有这种心思呢。可不是嘛，陈将军刚从西北边境调回京师那会儿，整个人真的是不苟言笑的，只偶尔和陆将军聊上几句。说来也怪，陈将军刚回来那会儿还挺躲着姐姐你的。就那次我们私底下把穆成阳丢到青楼浴室那次，我瞧陈将军那段时间都躲着姐姐走，怎么最近和你走得这么近呢？有吗？萧福光仔细一想，像是有，又像是没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姐弟两人聊了会儿天之后，杜嬷嬷来请萧望舒过去，说是房庆儿有事找他。跟着杜嬷嬷来到房庆儿的院子，见房庆儿眼眶通红，萧望舒快步上前：“母亲怎么了？”房庆儿侧过脸，擦了擦眼角的泪。只见他张了张嘴，刚要开口说些什么，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先流得汹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把母亲气成这个样。母亲，你先别哭，我这就把府里的人全都叫到我那儿，一个个打过去，打到他们老实招了为止。别！房庆儿连忙拉住他的胳膊，又擦了擦泪。萧望舒闻言停下动作，又蹲回他身边，取下帕子，边给他擦泪边问着：“那母亲到底是怎么了？可是拓跋使臣要来了。”听到这话，房庆儿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如决堤之水倾泻而出。萧望舒这会儿也知道了房庆儿伤心的原因，开口劝慰：“好了，母亲，没事的，事情未成定局，万一那拓跋王子他瞧不上我呢？”房庆儿又想哭又好笑，声音沙哑：“你呀！”联姻事关宰相一派和拓跋军力的联盟，这岂是萧家小姐和拓跋王子能自己做主的事情？望舒说不得不嫁二字，那拓跋王子也说不得不娶二字。母亲放宽心，事情总要有个解决办法的，不急。方庆儿缓了好一会儿，才擦干眼泪，缓过神来。望舒，你还小，你不懂。拓跋部落位于大陆东北、极北，地势严峻，天气酷寒。你纵使过去之后身份尊贵，纵使拓跋部落对你再怎么优待，你也经不住那边的环境搓磨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母亲不必把这件事情积压在心里的，别累着自己的身子。此事罢了，我说多了，叫你的心里也不好受。今儿叫你过来，是想把外面那些庄子铺子都给你，本就是给你备的东西，提前给你也好。那些产业，不管你是想变卖了，换成金银财宝带在身边，还是想继续留着，到时让人把营收给你送去，都依你。倒也不必全都给我，府里府外那些人情世故还多着呢。母亲处处周转，也需要这些铺子的营收。孩儿已经瞧好了，就要这8间铺子吧，还有这5处庄子。母亲把这些过到孩儿的名下就行了，其余的真的不用了。母亲，你要哪些，直接列出个单子来，明儿就让杜嬷嬷带你去官府，把地契更名。好，那孩儿就自己看着办了。听下人说萧望舒又要出府，萧福光也坐不住了，3下2下的糊弄完了手上的功课，冒着第2天被夫子拿戒尺抽手的风险，萧福光跟着萧望舒出门了。不是温习功课去了吗？姐姐，这学习它也讲究一个劳逸结合，但夫子的戒尺啊，只劳不逸的。姐姐，你别这么吓我呀！其实我温习的那些也够明天糊弄过去了。只要你不说，我觉得那顿戒尺打不到我手上。萧八公子，天资聪颖，一点即通。姐姐，你笑什么？我笑你。父亲给你们请的夫子都是顶好的学术大师，2哥3哥小时候面对夫子毕恭毕敬的，不像你，还想着糊弄功课呢。父亲讲究一个尊师重道，给你们请的夫子也都是大贤之才。你天资聪颖，偶尔贪玩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莫要失了分寸，别叫夫子觉得你难以管束，哪怕是装，也要在夫子面前装出该有的样子。
我知道的，姐姐放心。其实夫子现在教的那些东西，稍微翻下书就跟得上，我只偶尔放松一下，不会落下功课的。再不济，七哥读书认真，我有什么不懂的问问他就是了。确实，你这年纪，该玩则玩，该学则学，你自己能够拎清就行。反正当年教我琴技的女夫子，被我气走了好些个呢。父亲的容忍度想必也提高了不少。比起我啊，你们已经好多了。可不是嘛，幸亏姐姐你是个女儿家，要是换了我们4个儿子，谁敢把夫子气走，肯定逃不了父亲的一顿罚。你以为父亲没有罚我吗？我跪了1天的祠堂，抄写的那么多遍2成全书你看不到啊？我那满纸城门立学你看不到吗？那姐姐，你抄写那么多遍悟了吗？没有。那还不是白搭，全当练字了。行了，走吧。你今儿是去陪我看铺子的，不是特意出门嘲笑我的。姐姐，锦衣门这才刚开张，你就又要接手新的铺子，人手够吗？人手够不够的再说吧，总能找到的。先把铺子定下要紧，总不能因为一点小问题便卡住不动了。那倒也是，姐姐，你这铺子就在留香楼的斜对面，新铺子想和留香楼抢生意，这也太难了。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尾也难，习惯就好。萧望舒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佛性的气息，带着萧福光他们进了铺子。他们进门时，几个店小二懒懒散散，互相推搡。最后被推进来的那人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眼同伴，脸上硬扯出一抹笑，上前问着：“2位客官里边请，今儿想吃些什么呀？”萧福光走进店内，顺手在桌上擦了一下，捏了捏手指，声音冷漠：“吃什么？我们来吃灰。初冬的水还不算冷，这些人就这么懒散了。冬天水冷不想擦桌子，夏天是不是热得不想动？看到苍蝇落在碗里都懒得扇一下。”客官，您爱吃就吃，不爱吃就去别的酒楼饭馆，来我们这挑什么刺儿啊？啪！不识主的东西，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相府8公子，你们东家的儿子。见这边动静闹大了，旁边那几个小二连话都不敢说，赶忙跑到2楼去找掌柜。饭馆掌柜一听是相府的公子小姐，还是8公子，可想而知一起过来的那位小姐是谁。嫡4小姐萧望舒。接手锦衣门之后，直接辞退了萧掌柜的那个萧望舒。想到萧掌柜被烧死家中的惨状，饭馆掌柜连滚带爬。他跑到萧望舒他们面前时，额头上已经出了一层冷汗。王掌柜，真巧啊，原来这间铺子是你在打理啊？这不就是那天说萧掌柜劳苦一生的王掌柜吗？来，让我仔细瞧瞧这2位掌柜有多劳苦。他是新来的，不懂事儿，小姐公子千万别放在心上。新来的人你也敢放出来用？我瞧他这欺客的架势很是熟练，新来的就有这胆子？王掌柜唯唯诺诺，点头哈腰，陪笑道：“是，公子教训的是老奴御下不严，太放纵他们了，老奴一定改。”萧望舒勾唇轻笑：“改不改的歇会儿再说吧。”王掌柜收拾地契和雇佣这些人的书契，准备好所有的东西，明儿跟着杜嬷嬷去官府走一趟。敢问小姐，老奴是去官府做些什么呢？更换器名，今后这间铺子也归我了。瞧这馆子里也没有什么生意，今儿开始就挂牌关了吧。准备，我过2天派人过来翻新。王掌柜和那些小二听到这话，那是一声都不敢吭。小姐说话，你们聋了？公子恕罪，老奴一下子听得有些入神。小姐的话老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好。萧望舒意味不明地接了一句，然后转身接过书下怀里抱着的图纸，打开图纸看了会儿之后，萧望舒抬起头打量一番店内的承重结构，漫不经心地说着：“你们下去吧，先办我刚才交代的事儿。阿弟，我们去2楼包厢坐坐。”好，老奴这就去办。说完
见萧望舒他们上了楼，王掌柜直接把刚才惹事的那小二踹了好几脚，然后把所有事都交给其余小二去办。至于他自己，则是急匆匆地跑出了门，不知去了哪里。2楼包厢里，萧望舒把图纸摊开放在桌上，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一看，悠悠道：景色差了一点儿。景色也是傅家的卖点，窗外这个景色实在称不上多好，不说像留香楼那样临街背湖风景优美，但也不能这样叫人看了吃不下饭吧。对面那些菜市米市的摊贩，在卖完东西之后，好歹把积压的排泄物清扫清扫，把什么鱼鳞也处理处理，不要留着满地的菜叶淤泥内脏和粪便，实在有点影响胃口。这也没办法，以后尽量让小二给食客把窗关上吧。这么挡着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万一客人想开窗通风，难不成不让人家开啊？姐姐，一旦开窗，恐怕那客人就不会再来下一次了。萧望舒抬起手揉了揉太阳穴，只感觉他的脑仁隐隐作痛。不过我倒有个好法子，姐姐想不想听听？说。姐姐，这样你把这间铺子变卖出去算了，反正我瞧它也没什么营收，你把它卖了，再去对面街上盘一间能看到湖景的铺子，这不就结了吗？或者你把这间铺子留着，再掏钱去对面盘一间铺子，这样一来，姐姐你就有了2间铺子。这间铺子当后厨用，多请几个厨子，上菜快。至于对面新盘的那间铺子，就拿来招待客人，咱也不为赚钱，就主打一个豪气。萧望舒直接抬手按在了他的头顶，面无表情，使劲揉搓。姐姐松松劲儿，姐姐我错了，我不捣乱了。哎呦姐姐，我头发都乱了，饶了我吧。你再胡扯，我以后就要随身带个戒尺了。萧福光脱离他姐姐的魔爪之后，赶紧坐到一旁，坐到离萧望舒好几步远的地方，让小厮给他整理头发。萧望舒继续看向窗外，看着远处脏乱的集市，指尖在窗框上轻扣几下。其实萧福光刚才说的也不是不行，换一间地段好的铺子，后面的事要好操作得多。但对面街上湖边的铺子生意都不差，想把这样的铺子盘下来，成本拉得太高了点儿。而且他们对面的集市其实也未必是劣势。这个方向对面是京师城北吧？我记得对面应该有个马市来着，是不是？是有个马市，还是京师城内最大的马市，军营里有些不错的战马都是从里面买的马配种的。你过来瞧瞧，在哪个方向？秦泰上前几步，把脑袋探出窗户，左右看了看。看了会儿，他指着他右手边的方向，在那边。小姐，我们要是去隔壁铺子，去左边那个铺子应该能看到。图纸收起来，我们去隔壁铺子坐坐。啊？走了，阿弟，去找我们的邻居喝喝茶，聊聊天，顺道看看马市的马有没有你喜欢的。怎么，姐姐要给我买马吗？阿弟，再长大一些你就会明白了，其实有些东西看看就够了，太早得到了反而不好。没得到的时候，你会对他抱有期待，获得为他努力的动力。萧福光认真点了点头，眼巴巴地看着萧望舒。所以姐姐会给我买良驹吗？下次吧，今天先去看看，等我赚个10万两就给你买最好的马。多少？10万两。罢了，姐姐，我还是回去继续磨父亲吧。萧望舒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姐弟2人一起叹了口气。隔壁饭馆的视野显然要开阔许多。萧望舒站在2楼包厢，推开窗往外看去，可以看见远处马市里攒动的人影。那匹棕马腿力上佳，勒绳时收脚也稳，是匹不错的马，确实不错。但我看马厩里那匹白马也挺好的，我也觉得它还行。可惜没人买它，没人骑上跑一跑，不然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不用溜，看那马身就知道，差不了。那体型上品呐。萧望舒沉默着，从窗边走开，给秦泰腾出位置来。
古代男人聊起马来，可类比现代男人聊跑车。见秦泰趴在窗边和萧福光聊得火热，萧望舒毫不怀疑。幸好罗星和杨平手在包厢门外，要是这会儿他们两人在包厢里，估计窗边已经挤了4个脑袋了。萧望舒坐在桌边，摊开图纸仔细查看。一春提起茶壶，先倒了杯茶自己喝，试过之后才给萧望舒和萧福光奉茶。萧福光端着茶杯喝了2口润润嗓子，继续和秦泰聊马。萧望舒则是认真看了许久图纸，看得差不多了，才端起手边的茶杯喝了2口。还有3道菜没上，小的这就去后厨端去，请各位客官稍等。包厢的菜不都是一次性上完的吗？大堂客人也不多啊，怎么你们还分次呢？客官见谅，咱们这店里生意不好，你也都瞧见了，没几个客人，所以东家就把以前的小人都给解雇了，只留下小的1个，厨子也只留下1个，所以就稍微慢一些。请客官见谅，见谅啊！啊，瞧你说的这么艰难，难不成楼下掌柜的就是你们东家？客官，您可说对了，楼下掌柜真就是咱们的东家。店里生意不好，赚不得几个钱，这能辞去的都辞了，就留下小的和1个厨子，还有东家。那你们东家没想过要变卖店铺吗？想过呀，当然想过，关键是卖不出去呀。咱们这饭馆这地段又不像对面的留香楼，直接挨着湖，咱们这背景也不像隔壁有相府撑腰，这怎么开都饿不死。东家倒是想卖，但是卖来卖去没人买，东家就歇了卖的心思，干脆亲自来店里当掌柜算了，还省了账房掌柜的工钱。客官，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这些都是我们店里的招牌菜，您有什么吃不惯的就说出来，我们再回锅。萧福光听到动静，转身走到桌边坐下，等他的小厮试过菜之后，他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烹得浓香的鸡肉放进嘴里。姐姐试试怎样？萧福光眼巴巴地看着他。萧望舒细嚼慢咽，吃完这口之后笑着点了点头。能入得了客官的口就好，您吃着觉得好，下次再来。听说掌柜的想卖了这店。那掌柜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瞪了旁边的小二一眼。小二怯懦地缩了缩脖子。掌柜的先前是有这个想法，后来没有人买，加上我和堂叔在这店里待了几年，也待习惯了，就不着急卖了。反正店里的营收勉强够我们养家糊口的，饿不死。卖了我们店以后也不知道干什么。你堂叔是？就是店里的厨子，这桌菜都是他做的。堂叔早年就在别的酒楼掌厨，在这行干了30多年，我在开店之后才跟着我的。谁曾想这么好的厨艺，店里却没什么生意。也怪我当时一时贪便宜，手上钱不多，选了街这边的铺子。要是当时选在街对面，就不会是今日这番光景了。那我买你这店，每个月给你们发工钱，雇你和你堂叔继续在这干活，如何？客官，你说什么？我说我买下你这店铺，雇你们为我办事，你意下如何？我这上了年纪了，差点以为耳背听错了。这位小姐，您说的话当真吗？你面前的这位可是相府4小姐，说的话有什么不当真的？隔壁饭馆的大靠山怎么跑到我们店里来了？草民田怀恩，实在是不知道萧4小姐大驾光临，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小姐公子海涵。田东家，这店铺你想什么价格转售给我呢？草民当时盘下这间铺子的时候，是花了580两银子才盘下来的。小姐若真是想盘下来，怎么着也得给草民留几成本钱。报数。小姐如果真想要，还能让草民和堂叔留在店里讨个生计，那就420两就行了。确定？确定，这就是小民能接受的最低价了。小姐如果还是觉得高了点儿，就算了吧。草民还是谢过小姐的好意。成交。小姐，你真是来买铺子的？不然呢？田东家以为我是来找你吃饭闲谈的吗？周围铺子的生意瞧着都不太行的样子。你在这里开店有些年了，想必了解，去问问他们东家卖不卖吧。他突然想赌一把大的。听到萧望舒这话，田怀恩顿时头皮都是麻的。厚道本分的性格让他有些看不下去，连忙开口劝萧望舒。
这边铺子的生意都不是很好，小姐还是再考虑考虑吧。相府家业再大，那也不是这么个拜法啊。你只管去办就是了，自己衡量一下价格，觉得价格合适的就带他来见我，觉得不诚心的就算了。萧望舒脑海里的齿轮高速转动，一张张蓝图在他记忆里飞闪而过。那好，草民去办就是了。至于你这间铺子，今天整理一下地契和当时购置的书契，明天会有人把钱给你的，带你去官府更名。草民谢过小姐。谈完事后，萧望舒顺道问了一下这铺子的建筑结构，问完他就让田怀恩和那小二退下了。见萧望舒这么简单直白粗暴地买下了一间饭馆，萧福光坐在旁边看的那是吭也不敢吭一声。姐姐，你突然要盘下那么多铺子，还有钱翻新铺面吗？显然没有。那你还买那么多？虽然没有钱，但是不影响我消费啊，阿弟。钱财是水，越用越活。不怕，只有撑死的人，没有渴死的河。那怎么办？摸了摸自己身上，从衣襟里荷包里摸出3张10两的银票，还有几锭碎银。小少年边数钱边嘀咕：姐姐，你等会儿啊，等我回去再找找我还有多少。放心吧，阿弟，钱总会有的。萧望舒完全没把这当回事儿，神色间还是一派闲适，甚至不慌不忙的又喝了口鸡汤。要是按照他以前的习惯，这个时候就要出门准备融资了。借他人之财，立一己之业，偶尔分利，长期鲸吞，这就是斯文抢劫的魅力啊！但现在显然不行。宰相嫡女出门四处集资，旁的不说，容易让政敌抓住把柄，参萧红一本，也容易让宰相一党的官员乱心，怀疑宰相府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钱财危机。他首先是相府嫡女，其次才是商场东家。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萧红给的，他不能给萧红制造麻烦，不能考验权贵高门的父女亲情。为今之计，也只有调整手上的资产了。禀小姐，参与过锦衣门翻修的工匠都已经全部集齐了，送往庄子上，等待小姐安排。问清楚了吗？他们是固定工队还是闲散工匠？有活干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吗？问清楚了，是2支固定工队。当时翻修锦衣门时工期太短，来不及，他们2支工队才一起干活。2支工队也好，那就2支工队都签个雇佣契约吧，到时候让他们2支队伍互相监督一下。工钱总共就那么多，按工作量去发放，多劳多得。哪支队伍偷奸耍滑就剔除出去，再从外面选一支新的工队加入。尉迟彦想了想，属下明白了。那接下来是让他们先翻修一下几座庄子里的畜棚，拓宽一下地里的道路吗？萧望舒摇了摇头。你过来。尉迟彦听命，上前几步，蹲在萧望舒面前，低头看向萧望舒摆在他面前的图纸。玉石斋锦衣玉石，小姐，这是新的酒楼名吗？是，原先只有1间铺子，我还嫌它小了一点，刚好他隔壁饭馆的东家愿意转售，我就把隔壁那间饭馆也给盘下了。这面墙不是承重的墙，可以拆掉。隔壁铺子挨着的那面墙也是，这2面墙可以直接打通，再派工匠去做个加固。庄子那边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先把玉石斋翻新起来，争取年后开张营业。阮父亲要照看锦衣门，玉石斋这边就交给你了。交给我？小姐，属下的军营多年，对这些懂得不多，家中也没有开过这么大的店，小姐把这一切交给属下，恐怕……没有恐怕，就交给你。你接触过，能听懂我的意思就行。我会把你要做的一切事情都罗列清楚，你只需要按部执行，不用紧张。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一条一条去办，办好你的分内之事就够了。剩下的是成是败，都是我的决策问题，与你无关。尉迟彦思索片刻，点了点头。好，小姐尽管吩咐，属下一定照办。在军营训练了这些年，他也才勉强跟上了老秦的步子，靠着家中送来的银两开路，混了个护军当当。真要打斗起来，其实他和罗新、杨平的战斗力差不多，比起当护卫，还是去看店更适合他。玉石斋除你之外，还有一位掌柜，叫做田怀恩，为人和气，是另一间铺子的前东家。
他自己开店有些年了，对他那间铺子的结构也十分了解。你和他一起打理玉石斋，有什么不懂的就互相问问。田掌柜的堂叔是我要跟你着重提的，此人厨艺上佳，有些菜品做的不输宫中的御厨。你之后招的厨子，掌勺之前先让他们跟着田掌柜的堂叔学学。玉石斋和锦衣门一样，在装潢上面下足了本钱，未来提供的菜品上面也是。你应该能够看出他的招待对象是哪些人，提供上乘的招待，上乘的货品，从厨子到小二，再到碗筷盘碟，都需要认真的筛选。在这方面，你可以去和阮复兴走动走动，我和他提起过你，你们聊一聊，他会仔细教你的。萧望舒事无巨细地向他交代，尉迟燕也听得格外仔细，遇到什么没听清的地方，他就立刻指出来。萧望舒耐心地解释，一遍一遍重复，不厌其烦，直到尉迟燕明确表示他听懂了为止。在这样的氛围下，尉迟燕也放松了许多，在和萧望舒对话时就没有那么拘谨了，连记事的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半个月后，这些天萧望舒名下的产业变动太大，连萧红都惊动了。最初他以为萧望舒变卖铺子只是为了把嫁妆铺子变成现有的金银珠宝，他也就没管这事儿，还派人送去了不少东西。可后面萧望舒名下的铺子数量不减反增，他才发现女儿又在白虎大街盘下了那么多店铺。这架势可半点不像准备去联姻的，倒像是准备在京师开拓商场的。望舒这孩子就是喜欢捣鼓这些，相爷，他在我身边也留不了几日，你就随他去吧。好了，我就与你随口提一嘴，怎么还哭上了呢？望舒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他就是了。夫人这眼泪收一收，可好？唉，我又何尝不愿将望舒留在我们身边呢？相爷，早知今日，当初我们将望舒送进宫都好啊。房契儿实在没忍住，把头埋在萧红怀里小声抽噎。萧红揽着他的肩，哄小孩似的轻轻拍着，在他耳边安抚许久。权倾朝野独掌权柄的宰相大人，在为人夫为人父时，也会有他笨拙的一面。与此同时，被房契儿哭诉惦念的萧望舒人在锦衣门门前刚下马车。锦衣门外百姓云集，议论声纷乱不休。人群中央，一名妇人一手牵着个脸上起红疹的小姑娘，一手拿着一件鹅黄色的绒毛短褂。阮复兴站在她对面，脸上挂着招牌似的憨笑。你们这家店真是黑了良心，卖的那么贵的衣裳，我闺女穿了还起疹子，你们这些人呐，是怎么敢把这种料子拿出来卖的呀？娘，我脸上痒，我身上难受。四周的议论声在此刻高涨。突然，人群外层开始推搡踩踏，秦泰按刀前行，周围百姓你挤我，我挤你，硬生生给他挤出一条路来。萧望舒走在他身后，闲庭漫步般从容。宜春和舒夏跟在萧望舒后面，罗欣和杨平手握佩刀刀柄，按刀走在队伍最后。他们三人身上散发的那阵若有若无的杀气，带着战场独有的血腥味儿，让周围百姓不自觉地畏惧起来。这三人是真敢拔刀杀人的。小姐，能处理好吗？小姐放心。萧望舒听完，朝他点了点头，没准备多管。见萧望舒要进锦衣门，那妇人回过神，捏紧了袖子，壮了壮胆，大声质问：相府小姐的铺子里卖出这些货，自己管都不管一下吗？萧望舒停下脚步，转身看向那妇人。那妇人对上他淡漠的眼神，心里吓得漏跳一拍，但想到那么丰厚的奖赏，他还是鼓足了勇气。就算你是相府的小姐，也不能卖完这种东西还不负责任吧？这种东西，这位大娘，你可能不知道，你刚刚所说的这种货色，这种东西，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编号。锦衣门出品的每件衣裳
和钱庄的银票一样，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且每件衣裳卖出去之后，都会再录买家的信息。你口中的这种东西，它是有主的。此刻，绣工、官兵和大夫，应该都在赶来的路上。若你手上这件衣裳是仿制的，并非出自锦衣门绣工之手，那么来我锦衣门招摇撞骗，恶意败坏锦衣门的名声，是要进去吃牢饭的。若你手上这件衣裳真是我们锦衣门卖出去的货，我们会先找到名册在录的买家，核实是不是你。如果你是买家，我们会让大夫为你女儿检查，看你女儿现在的样子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如果你不是买家，那么我们需要找到原买家，核实衣裳为何会到你的手上，这中间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才会导致你女儿变成这样。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了吗？那夫人听完，已经吓得有些打退堂鼓了。给钱的那些人找到他的时候，也没和他说过这茬啊。还有，这位大娘，如果你手上拿的这件确实是我们锦衣门售卖的那一件兔绒织金短褂，那它的售价是8两雪花银，这个价格是足够让官府出面调查的。到时候如果官府详查起来，这件衣裳超出了你们家的承受范围，那可就不是大娘你撒泼打滚就能糊弄过去的了。先听完萧望舒的官方解释，再听完阮复兴的礼貌警告，围观百姓议论纷纷，看向那妇人。只见那妇人脸色发白，抬起手直擦额头上的冷汗。这衣服是一位公子赏的，说是在你们这里买的，我哪里知道是不是啊？我要回去做饭了，没时间和你们在这扯，算我们自认倒霉。走啊，咱们回去。萧望舒刚要让秦太他们把人拦下，话还没说出口，就见一队官兵包围了四周。望舒姐姐，东家，掌柜，顾小姐身上这件才是我缝制的兔绒织金短褂，编号绣在衣裳左腰的内衬封边上。衣裳里面有一串小绣纹，与那日嬷嬷买来的时候，你们阮掌柜给的票据一致。顾永嘉软言软语地说着，转身看向他身后的嬷嬷。那嬷嬷连忙上前，把票据交给萧望舒。萧望舒接过来扫了一眼，然后把票据递给阮复兴。剩下的交给你了，去和府衙的人说清楚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是。永嘉妹妹难得出门一次啊，可是要逛逛锦衣门呐。好啊。这位大娘，织金褂子即便被人扔在地上踩了2脚，它也是一拍就能干净的。既然出来挑事碰瓷儿，那总要下点本钱。连8两银子的衣裳都舍不得买，拿着仿制的过来闹，岂不白吃一顿官司，还叫人看着笑话。那夫人看着四周的官兵，吓得跌坐在地，站在她旁边的小姑娘也不敢呼喊了。凶丫头。萧望舒在记忆里搜索一番，并没有这号人的存在。这个凶丫头肯定已经把我忘了。枉费他快马加鞭，在周围州郡听闻他近几个月的嚣张事迹之后，就加速赶来了京师。他可一直都没忘记他，那个小时候敢踹他屁股的死丫头。前天下午，萧望舒在众多铺子之间游走，走得一身疲惫。傍晚时候刚回到相府沐浴更衣，正准备歇下时，书下又来报，说是萧平南过来找他。萧望舒乍一听还有些讶异，他们这位二哥最近忙得早出晚归的，有时甚至直接歇在宫里。今儿倒是稀奇了，还来找他。先请二哥在前厅稍后，你们好生奉茶招待，我披件衣裳就过来。是。月华院前厅，萧平南才坐在这儿喝了2盏茶，就见萧望舒走进了厅内。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越来越不和哥哥见外了？瞧二哥这话说的，自家哥哥还用见什么外啊？走到萧平南旁边坐下，抬起手掩着嘴打了个哈欠。这大晚上的，二哥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大晚上，四妹怕是今日太累了吧？这会儿有时刚过，天刚黑下，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大晚上了？还是二哥懂，忙得连轴转。
睡觉的时间都要靠抢出来的。这么忙？忙归忙，忙的都是些银钱的事，肯定没有二哥在宫里忙，所以二哥百忙之中抽空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听听你说的什么话，兄长没事儿就不能来找妹妹聊聊天吗？不过确实有些事，你今儿不是报官抓了一顿在锦衣门闹事的母女吗？那对母女在府衙招来。哦，那对母女招来，是穆承阳主使的。穆初雪死世后，他名下的铺子都被户部收缴，变卖成现银之后冲进国库。在此之前，那些铺子虽然在穆初雪名下，但是营收却是分给穆夫人和穆承阳用的。现在穆家夫人手上可以支用的银钱少了一大截儿，身为正妻，在穆府处处被平妻压过一头。穆承阳也是，少了穆初雪给的零用钱，又因为屡次犯错被穆汉惩罚，现在他手上银钱不够用，出门消遣都少了几分底气。再看见你的锦衣门日渐斗金，他心生记恨，就随便找了对贪财的母女去你门前闹事。那他也确实找得太随便了，8两银子的衣裳都舍不得买，随便仿制一件，就敢找人到我的门前闹事。萧望舒嗤笑一声，狭长的丹凤眼里满是轻蔑。穆承阳说到底还是年纪太小了，又被他家里给骄纵惯了，成不了什么大事，不必理睬。今日这么一闹，他还被官兵请去府衙喝了杯茶，想必明天他还得当众去你锦衣门门前道歉，说明真相。而且他让人仿制的还是顾家孙小姐的衣裳，顾永家穿在身上的衣裳被他看得这么仔细，小小年纪实在是猥琐不堪。再加上之前在顾老太太寿宴上，他还大放厥词，威胁顾永家要脱光他的衣裳。威胁在前，仿制在后，反正穆家的脸已经被他丢到家了。萧望舒轻笑一声，算了，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和他计较有失身份。明儿他若真是去锦衣门道歉，就让他对着阮复兴道歉去吧。四妹啊四妹，你呀，我这个四妹办事还真是够阴损的，让幕府骄纵的10公子去锦衣门，当众对着他的一个下人道歉，到时候万一穆承阳发起疯来，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事了，那不就有由头送他进府衙喝茶了吗？二哥想必是刚忙完回府，这时候过来不会只是为了和我说穆承阳的事情吧？什么都瞒不过你，确实有些事。萧平南斟酌会儿，拓跋使臣已经抵达京师，里面还有拓跋首领最宠爱的小公主拓跋欣。拓跋小公主从未来过中原，在京内并无认识的人，她随她2位兄长入京，我一个男子也不知如何招待她，不知四妹可愿辛苦一点，这些日子都往驿馆那边走一走，带拓跋小公主在京内游玩游玩。拓跋使臣已经入京了？是啊，快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行，这事儿我知道了，二哥放心，等拓跋使臣休息好了我就去，不会叫那拓跋小公主在京师无聊的。有劳四妹了，果然有事还是找自家兄弟姐妹靠谱。萧望舒也跟着起身，有说有笑地送他离开月华院。一日中午，萧望舒挽着房启罗的胳膊，和他一起进了馆驿。小姐吗？拓跋新公主，我是萧府的4小姐，萧平南统领的妹妹萧望舒，这是房府孙2小姐，我大舅舅的女儿房启罗。拓跋公主平常在部落里面喜欢玩些什么呀？拓跋新略一思索，骑马、射箭、甩大刀。拓跋部落里面，女子也可以学这些呀。这有什么不能学的？我们部落的姑娘还能上战场杀敌呢。其实他一点都不想来中原联姻，要不是为了父亲和大卫宰相的联盟，他才不来。至于那位萧府2公子，他的画像他在来之前就看过了，生的还行吧。他当时看画像的时候不觉得反感，来大卫京师之后仔细一看，人模人样的，还能凑合过。你们好厉害呀！今晚宫中会举办宫宴，为拓跋部落的各位使臣接风，时间不太够，今日我们就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带你看一下京师，等宫宴结束了，我们再找个时间去庄子上跑马，如何啊？可以的，有劳萧小姐安排。客气什么呀，父亲与拓跋首领相交甚好，常叮嘱我们几个儿女要照顾好你们。这段时间你要是在京师无聊，随时可以来萧府找我的。那好，我到时去找你玩。尽管来，
不用和我们客气，我还在京师捣鼓了不少铺子呢，等会儿带你去瞧瞧，看看铺子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衣裳首饰。我和表姐以前也很想学骑射来着，因为母亲和舅母不许我们学，怕我们2个姑娘家家的坠马受伤。再一个，我们京师也没有教骑射的女夫子，让男人贴身教我们有些不合礼法，所以我跟表姐一直想学，一直也没有学成，只能每天在府里的跑马场上看着自家的兄弟策马扬鞭，羡慕的紧呢。等过些日子，我叫上几个哥哥弟弟，带你们去我的新庄子上敞开了玩，到时候你也教教我们，让我们感受一下在马背上驰骋的感觉。好啊，我教你们。果然还是跟着表妹日子过得精彩。今儿这一出门，居然有幸捞到了拓跋小公主当我们的骑射师傅。萧望舒莞尔一笑，从他们2人身后叫人一左一右挽起来，带着他们往馆驿外走。走吧，我们去逛逛京师。萧望舒他们3人下午在京师逛了几条街，顺道围观了一下穆承阳小公子是怎么被官兵压着在锦衣门门前赔礼道歉的。他道歉时的每一个字，说不是咬牙说出来的，恐怕都没人信。阮福新也不在意，在他对面笑眯眯地接受下这道歉，绵里藏针地刺了穆承阳几句。穆承阳那骄纵脾气瞬间被他刺上了头，当即翻了脸，还想上前扇阮福新几个耳光，只是他那手还没伸出去，官兵就又把他押回府衙喝茶了。场面确实热闹好看。3人把戏看完，聊得熟络之后，见时辰不早了，萧望舒先后把拓跋新和房启罗送回去，最后才回相府更衣赴宴。麟德殿内，歌舞升平，拓跋使臣的接风晚宴办得隆重奢华。姑母，表妹，房庆儿朝他点了点头，有些勉强地扬起一抹笑。你们姐妹俩去玩吧。好。姑母今儿怎么了？瞧着不太精神的样子，是不是累着了？不清楚。算了，许是我多心了，别放在心上。走吧，我们去那里坐坐。萧望舒侧目看向他脸上灿烂的笑容，很难想象，要是他不久之后也成为联姻人选之一，该是有多悲戚。表妹怎么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沾了什么脏东西吗？我只是瞧表姐今儿这妆容精致得很，没忍住多看了几眼。你最近这段时间怎么嘴越来越甜了？受什么刺激了不成？哪里是受了什么刺激啊，实话实说罢了。萧望舒见他们俩周围没人，便靠近房启罗耳边，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提了一嘴。不过表姐出门可别总捯饬得这么漂亮，万一哪天叫谁家男子看去了，闹得非你不娶的，那可就麻烦了。你这家伙满嘴没个正经，等着我给你剥个橘子堵住你这张嘴。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拓跋使臣驾到。参见陛下万岁，皇后千岁。都平身吧。谢陛下。萧望舒起身后看向萧红那边，拓跋新朝他笑着挥了挥手。在拓跋新身边还有2名异域装扮的青年，两人里稍微年轻些的那名青年男子看向萧望舒，朝他昂起下巴，勾起嘴角笑了笑。是他昨日在锦衣门外站在街边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的那名男子，他就是前来联姻的拓跋王子。还不等他多看几眼，魏齐轩走到主位坐下，宣布宴会开始。各家朝臣领着家眷入席，萧望舒也和房启罗回了各自的席位，安静坐在自己母亲身边。来宾落座，推杯换盏，舞女歌姬鱼贯而入，拉开这一场饕餮盛宴的序幕。歌舞正酣时，见拓跋云霄起身：“三弟，你干什么去？”“二哥，你继续喝就是了，不用管我。我去找熊丫头聊聊天。”“什么熊丫头？口无遮拦的这个三弟，那可是萧宰相的嫡小姐，你一口一个熊丫头，像什么样子？”“二皇兄，你就让三皇兄去嘛，他又不是小孩子了，他有分寸的。”“就是，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二哥放心吧。”“你们呐，到了京师多少收敛收敛性子。”“我
已经很收敛了。再说望叔的性子我也很喜欢，我们很聊得来，只要他不介意三皇兄这么叫就好了。二皇兄你别急嘛。阿弟这是怎么了？见萧福光一手提住酒壶，他直接伸手按在酒壶盖上，把他手里的酒壶扣了回去。小小年纪的脾气倒是不小，你这是在哪儿学的借酒消愁？萧福光抿了抿嘴，想把酒壶抢过来，但又怕划伤了萧望舒，只好忍住。怎么现在我跟你说话你都不想搭理了？没事没事没事，你在这灌酒。萧福光低头思索良久，正要开口时，一道男声插了进来。熊丫头，你是真不记得我了？见到拓跋云霄，萧福光的脸色瞬间阴沉的吓人，就差没有直接扑上去冲着拓跋云霄的脖子咬一口。萧望舒感受到他的变化，起身朝拓跋云霄见了个礼，然后直接抬手按在萧福光头顶，也知道了他今天小小年纪借酒消愁的原因。这是你弟弟？是我阿弟，萧家老八。他这是怎么了？小小年纪的，瞧着气性真大，和他姐姐一模一样。没什么，这几日和我闹脾气，刚被我说了几句，现在心里不舒服呢。瞧你现在这副还朝我见礼的样子，礼貌的吓人。熊丫头，你不会真把我忘了吧？萧望舒闻言，在原生记忆里仔细搜索一番，终于捕捉到那一点点模糊的幼年冲突。那时原生还是个3岁大的娃娃，隋萧红见过拓跋康一面，也见过当时10来岁的拓跋云霄。对，然后因为拓跋云霄手欠，一直玩他头上扎的2个圆揪，他就趁拓跋云霄蹲着，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3岁的女娃遇上10岁的男孩，并没有上演什么哥哥妹妹青梅竹马的戏码，一个被人玩乱了发髻，怒气满满，一个被奶娃踹了屁股，暴跳如雷。三王子，小时候那档子事儿不用记这么久的仇吧？要不我给你踹一脚，你再给我扯2把头发，我们俩算扯平了，行吧？拓跋云霄直接被他气笑了，这大庭广众的让他一个8尺多的大男人去踹他一个姑娘家的屁股，他怎么想得出来的？你转过来。见周围的人都朝着他们2人看过来，出去走走聊聊吧。萧福光直接拉住了他的袖子。姐姐，这酒不许碰了。一春，你看着他。一春应下，直接把萧福光面前的酒壶抱在怀里。姐姐，你早点回来。和外男这么亲近，萧四小姐这是完全不管木二公子了呀。细碎的议论声传进慕云泽耳朵里，在他听来格外刺耳。不多时，他也起身往外走去。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的吗？除了联姻还能有什么？你就没什么别的想说的？我知道让你娶我很勉强，同时我嫁给你也很勉强，大家半斤8两，没什么好说的。你现在怎么比小时候还气人？有吗？萧望舒回想一下，又说着，其实我们从来都不合适，小时候就互看生厌，长大了也只好了这么些许。你不用勉强自己，我们在外人面前把表面功夫做足了就行。哎，不是萧望舒，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适合当夫君？那三王子，你扪心自问，真的喜欢我吗？拓跋云霄沉默了会儿。宰相一党和部落联姻，你我2人都没得选。与其是别人，不如是你。你也是，与其嫁给我其余兄弟，不如嫁给我，不是吗？好歹比起他们，你我算是幼年之交，我会好好待你。或许吧。话音落下，2人陷入一阵沉默。你这些年变化不少，不像小时候那么凶悍跋扈了。若你把我走过的路都走一遍，便不会有这许多的感慨。也是，都长大了。小时候那些糗事儿就不提了，都过去了。你也别一口一个三王子，怪生疏的，随便喊吧。云霄哥哥。望舒妹妹。萧望舒斜了他一眼，没说话。拓跋云霄顿时笑得更大声了。2人在公道上散了会儿步，透了口气。回灵德殿时，看到朝他们迎面走来的慕云泽，萧望舒脸上还真是没有丝毫惊讶，
算算时间，这是这位木二公子发挥自身魅力，给他一丝希望，吊着他，引导他大放厥词，拒绝联姻，让他和拓跋王子闹崩的时候了。他是幕府二公子穆云泽。昨日满人到我锦衣门外闹事的穆小公子穆成阳的嫡亲哥哥。哼，就他们呀，这穆家兄弟实在枉费男儿身，是这种手段为难一个姑娘家，还真是有够丢人的。穆云泽面色微变，到底是定力好，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拱手朝着拓跋云霄见了个礼。在下和萧四小姐有些事要谈，不知拓跋三王子可否行个方便？真是有意思，你要和望舒妹妹谈事儿，不问她愿不愿意和你去谈，反倒问我愿不愿意走开。谁给你的脸面，让你觉得望舒妹妹愿意和你去谈事儿？穆云泽纵使是再好的修养，这个时候也有些变脸了。萧望舒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她是恶毒女配，她就喜欢看这种敌人难堪的戏码。走吧，望舒妹妹，和这种人有什么聊的？我把你带出来，就得安全把你带回去，不然我一个人回去，把你留在外面，要叫你弟弟担心了。那好，走吧。本想为家弟之事向萧四小姐道个歉，没想到拓跋王子反应这么大，确实叫我意外。既然你还在气头上，那就算了，等过几日你不气了，我再带小弟向你赔罪。说完了没？废话真多。四小姐，陈将军，小公子托末将来找小姐，给小姐送点东西，小姐可否借一步说话？自然。云霄哥哥先回去吧，今日是为你们兄妹举办的接风宴，你出来太久不合适。那好吧，你早些回来。陈将军，走吧。陈主上前几步，跟在他身侧，两人并肩离开。拓跋云霄见他们走远，扫了穆云泽一眼，嗤笑一声，然后大步走进灵德殿。穆云泽站在原地，背在身后的手紧握成拳，让他怎么也想不通，就这短短几个月的功夫，追逐了他这么些年的人，怎么就突然失控了？真是影响他的计划。陈将军有何事要说啊？凉的。什么？还好，才初冬的天也不算很冷。听他这么说，陈楚也就作罢了，站在石头旁，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递给他。这是什么？山药糕。小姐出来许久，小公子不放心，托末将出来瞧瞧。宴上都是些酒水油荤，小姐如果吃不惯，可以吃完再回去。后半句也是阿弟交代的吗？不是，是末将见小姐在宴上没怎么吃，恰好身上还剩一包糕点，顺道送给小姐垫肚子。此刻天色已晚，光线昏暗，萧望舒并没有看到陈楚坦荡语气下泛红的那双耳朵。那就多谢陈将军了，我们吃完再回去吧。萧望舒吃了2块糕点，放慢进食速度，问了句：陈将军前段时间和陆将军清扫细作，京内细作清扫的如何了？京师百姓数以万计，各方面的细作都混在里面，肯定是没法短时间内全部拔起的。不过前段时间抓到细作不少，足以威慑暗中的人，保证拓跋使臣的安全不成问题。陈楚沉默片刻。小姐问这些干什么？是对我们办事不放心，在担心拓跋使臣的安危吗？没什么，只是担心细作在京师作乱，会影响客人出行，坏了我的生意。小姐放心，大批细作已经看押严审，就算京师还有细作，他们也不敢妄动，不会影响锦衣门的生意的。这样啊，那就好。萧望舒眼底晦暗不明，心不在焉地咬了口山药糕。陈楚和陆旭阳办事效率太高了，现在京师没有细作敢动，他的事就不好办了。萧望舒这一包糕点吃了许久，吃到晚宴进行了大半，他才和陈楚不急不忙地回到灵德殿。晚宴上，丝竹管乐在耳边奏响，声声迷乱人心，歌姬舞女披帛飞扬，在空中迷乱人眼。这饕餮盛宴，总有人推杯换盏极力融入，也总有人置身事外作壁上观。萧望舒安静扮演着旁观者，将宴上形形色色的人尽收眼底。晚宴过后，一切回归正轨。这天，拓跋新如往常般来找萧望舒出门玩耍，恰好房启罗也在相府，三人结伴去了锦衣门。一路上，拓跋新都在夸赞他的2位王兄如何的好。萧望舒听完也只笑笑应和了几句。至于房启罗，因为知道了萧望舒要去联姻的事，
这些日子也听房老太太哀叹了太多次，对萧望舒心生悲悯。拓跋新对他2位王兄的夸赞，他听在耳朵里，实在是应和不起来。自然在这种不走心的状态下，他也就忽略了拓跋新对他2王兄的夸赞更多一些。2位王子都是部落勇士，不止他们，拓跋部落的儿女哪个不是骁勇善战？歇会儿再说啊，先尝尝看。我叫人按照你的法子去做的，稍微加了一点小料，你尝尝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味道？你们中原的茶真香，做出来的奶茶也好喝，里面这些小圆子糯糯的，原来还能这么煮着喝。他就是随口提了一句想喝部落的奶茶，没想到望舒居然给他做出来了，真是太体贴了。你喜欢就好，到时候玉石斋专为你添上这道饮品，想喝了随时过去喝，表姐也试试。多谢表妹。你真的要把这个添到玉石斋吗？太好了，到时候我在京师也能喝到部落的奶茶了，不用着人费时费力的去做。是啊，你是提供者啊，可以终身免费享用此款饮品。到时候我去和玉石斋掌柜说一声，让他把你的信息再录一下。望舒你真好，真想你留在京师，以后我还想和你一起玩。对啊，那到时候你要是嫁给我3皇兄了，你在京师的这些产业怎么办呢？留给母亲啊，母亲掌管中窥，干什么事情都需要银钱周转。以后我不在她身边，这些铺子就留下帮她。表妹，你这是造了什么孽呀？表妹她才从慕云泽那个坎坷里走出来，现在又被拓跋3皇子困上。拓跋新一时间也有些伤感，抱着萧望舒的胳膊没说话。马车里陷入一片沉默，3人各有思绪，都没再开口。小姐，阮福新动作熟练，递上锦衣门的交易册子。萧望舒安静翻看，这一看就是2盏茶的时间。房启罗还好，是个坐得住的性子。拓跋新则是做了半盏茶的时间，就忍不住起身，在茶室里四处看看，来回踱步。表姐，新姐姐，我这儿还得一会儿呢，要不你们先下去逛一逛？好啊，那好，你先忙着，我和阿星妹妹下去走一走。好，那我处理完就去找你们，让罗星和杨平跟着，保护好2位姐姐。是。你们2个人守在门外，别让外人靠近，叫秦太进来。是。小姐，准备好了吗？消息已经放给附近的乞儿了，来锦衣门附近探听的那些人，我们也没有管他们。萧望舒朝他点了点头，又看向秦泰。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小姐，此事万一让相爷知道，恐怕……小姐会不会出事不知道，但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相爷处死。父亲不会知道，你我都有不能去北部的理由。除了我们，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没有万一。一旦小姐联姻拓跋王子，他们6人就会成为陪嫁队伍里的随行护卫，此生随小姐留在拓跋部落，再不得返京。他可以不返京，但其余5个兄弟，他们的亲人都在魏国，让他们此生与亲人不复相见，绝对不行。是，小姐，万一此计不通，拓跋3王子还是不肯让步呢？不会的，拓跋云霄一身傲骨，若事情按照计划推进，他绝不会再强求。而且拓跋部落的族规也不允许他强求。拓跋部落存在多代，有他自身的一套习俗，在他们的习俗里，若是欠下救命之恩，只要恩人有所求，他们就必须舍身以报，全力配合，不可推辞。此刻听到萧望舒的解释，阮福新才终于弄懂了他的用意。随后他又问：那拓跋3王子确实叫人无可奈何，小姐那么多法子，他竟没有一个愿意的吗？别提了，油盐不进。萧望舒提及拓跋云霄，只有无力的叹息，也不知拓跋云霄是哪根筋搭错了。不管他如何协商，给出多合适的解决方案，对方就是不愿意取消联姻。既然如此，他只能卑鄙一次了。如果小姐决定要做，那就做吧，但凭小姐吩咐。事情谈完，萧望舒带着忆春书下找到房启罗和拓跋新时，他们2人
已经从锦衣门溜达到了玉石斋。阿星妹妹说要提前熟悉路，到时候方便过来吃喝，照顾你的生意。铺子才刚开始修整，粉尘这么重，也亏得你们愿意跑过来。睡点粉尘算什么？我们部落北边的山脉过去，山脉对面全是黄沙，风一刮能吃到一嘴沙土。听到他这话，房启罗愈发为萧望舒未来的日子担忧。萧望舒却没有半点伤感，依旧在和拓跋欣说说笑笑，丝毫不受影响。罗星和杨平呢？啊，我们有点渴，乔店里忙得很，不好进去。想着他们俩对店里熟悉一点，我们就让他们进去提壶茶。进度如何？回小姐，在预计范围内，木工已经进场测量尺寸了。等木具打好，再留出时间刷油，年前可以结工。随后，他算了算时间，差不多到了快要结工的那几日，咱们就可以开始招收小二和厨子了。等结工之后，购置的锅碗瓢盆那些东西都可以运来了，再筹备筹备。上元节之前开张，正好赶上元宵灯会的热闹，开门赶个喜庆。不过就是咱这地段确实是有些影响生意。问题不大，这个问题在开市之前能够解决。虽然不知道他要怎么解决，但听东家都这么说了，田怀恩就没再多说什么。杀人了！快跑啊！尖叫声迅速蔓延到萧望舒他们这边，还不等萧望舒几人反应过来，只见一名裘服染血的女子驾马疾驰，在街上踩踏了不少百姓的身体。正当他快要驾马靠近萧望舒他们的时候，一支箭从他身后破空射来，砰！沉闷的倒地声响起，箭矢从后方射来，整只没入那马匹的身体。女子身下的马匹摔倒在地，倒地气绝，由着惯性往前摩擦了一段距离，好歹是没有直接把萧望舒他们踩死。骑马的那女子也重重地摔在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还不等众人反应，那女子仿佛盯上什么救命稻草似的，脏乱的头发下，那双眼阴森可怖，直冲萧望舒他们那边而去。你们快跑！拓跋欣一把解下他腰间的长鞭，鞭子在他手上灵活得像是一条长蛇，在空中腾跃。萧望舒一把拉过还在发愣的房启罗，拉着他往路边跑。一春和书夏尽量贴近萧望舒，试图这样保护他。人到中年的田怀恩紧跟在他们四人身边，肚子微微鼓起，跑起来显得有些吃力。路上只见拓跋欣扬起长鞭，一边朝那女子抽过去。那女子身上挨了这一下，灰扑扑的裘服里渗出新的血迹，但她仿佛已经感受不到身上的疼痛了，还是径直朝着拓跋欣冲过去。凌乱的头发遮掩下，依稀可见她癫狂的神色。拓跋欣手上没刀，拿着一条长鞭，只能连连后撤。恰在此时，第二支箭破空而至，咻！箭矢快得像是要和空气擦出火星，直接穿透那女子的眉心，箭杆插在那女子脑袋里。那女子倒地之前，眼底还带着不甘的癫狂。见此一幕，拓跋欣吓得不轻。他知道望舒刚才为什么要派2个带刀护卫跟着他们了。这大卫京师真不安全呢，他不该让那俩护卫去倒茶的。不远处，一队身着甲卫的将士骑马朝这边奔来。为首的陈楚勒紧缰绳，放下雕弓，翻身下马。他那锐利的目光下意识地从萧望舒身上扫过，随后打量了拓跋欣一眼。见拓跋欣四肢健全，他又立刻看向萧望舒那边。萧望舒拉着房启罗走回拓跋欣身边，朝陈楚俯身见礼。见他这时候还能记得见礼，陈楚放下心来，看样子是没事。陈将军，这是军营出了叛将，撬开水牢，放走了大批正在受审的细作。末将和其余将军正在追捕，请3位尽快回府，在外危险。好，我们这就回去。小姐身边的护卫呢？听到动静的罗星和杨平从御石斋后院赶出来，两人一路跑到萧望舒身边跪地请罪。属下护主不力，请小姐责罚。玩忽职守，小姐身边留你们有何用？拓跋欣有些不好意思，朝陈楚摆手打哈哈。
罢了吧，这位陈将军，是我让他们去倒茶的。这次罢了，起来吧。谢小姐开恩。将军可否先陪我护送新姐姐回去？细作冲着我们与拓跋部的联盟而来的，此行我带的货位太少，怕路上再遇见刺客之流，护他不住啊。陈楚一想，这话也有理。好，等等，我2位王兄呢？馆驿已经加设了重兵维护，2位王子也在驿馆。拓跋公主回驿馆之后可以安心。陈楚答着，抬起手让后面的将士左右散开，在队伍中间给他们3人留一条路来。请。好。拓跋新往前走了2步，见房启罗还吓得发懵，他又折回去，一把拉着他往前走。见拓跋新和房启罗都上了马车，萧望舒又回过头看了眼地上那名被箭矢贯穿头颅的细作。小姐。陈主循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刚才射箭的那只手的手指微微收拢，吓到他了吗？我看这细作总觉得有些眼熟。其实你们见过，他就是那个化作飞蝇的细作，上次险些挟持你和小公子的那个。是他。陈楚点了点头。萧望舒解惑之后也没再多管，在陈楚的搀扶下上了马车。一周和舒夏跟在他身后，2人对视一眼，伸出去准备搀扶萧望舒的手也收了回来。见萧望舒掀开车帘钻了进去，他们2人和其余侍女一样，走在马车两侧，心里不约而同地嘀咕着：陈将军扶我们小姐，那动作真顺手啊。月华院里，萧望舒坐在琴室里，有些头疼地揉着眉心。他确实需要少部分细作顶罪，为他接下来要干的事做遮掩，但如此大批量的细作出逃，直接扰乱了他的计划。近段时间，馆驿院墙外甲士林立，别说把拓跋云霄他们叫出去跑马，恐怕让他们离开馆驿都难。小姐怎么了？身子不适吗？奴婢去请位府医过来瞧瞧。你们先下去吧，让他安静斟酌一下。他们出门之后，琴室里陷入一片死寂。萧望舒指尖在琴台上一下一下轻扣，缓慢，却带着某种独特的韵律。这段日子，他曾一次次向拓跋云霄表达过他不愿成亲，不愿远走他乡的诉求，也曾一次次向拓跋云霄提出各种解决婚约之后不损害联盟情谊的办法，而拓跋云霄也一次次安慰他不用那么麻烦，嫁过去就好了。他坚信他嫁给他之后就会好，也坚信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相信他可以保护好他，给他幸福。为此，他可以不顾他的需求，不顾他的抵抗，在联姻之事上和他死磕到底。娶她就是为了向他证明他能给他幸福。拓跋云霄犟得像头牛一样，和他说再多，他都是一副我不听的架势，让人头疼不已。萧望舒低下头，直视琴台上倒映出的自己，双手撑着额头，手指插进发间，低声呢喃：那就别怪我了。商人都是赌徒，哪怕手段卑劣些，能达到目的就好。军营里关押审讯的细作大批出逃，祸乱京师。萧红勃然大怒，从那叛将入手，严查严办，一路顺藤摸瓜，摸到了不少政敌身上，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但凡与那叛将有所沾染的官员，萧红一个都没放过，亲率铁骑将那些人押到午门，就地诛杀。场面之血腥，让人想起萧红当年初掌兵权之际，为了将皇帝握在自己手中，大肆屠戮一党，血溅宣政殿。如今10多年过去，萧红残暴依旧，联合外敌来对付我，你们还真是会想。怎么，是都不知道引狼驱虎的下场吗？引外狼驱内虎，其祸患将更甚。这些脑子被驴踢了的蠢东西，觉得你们有那个本事钳制住外敌吗？连我都敌不过，还妄想借外力，想要与虎谋皮，也不掂掂自己是什么斤两。大魏还没毁在我手上，倒是先毁在了你们这群自作聪明的东西手上。萧红环视一周，被他视线扫过的人无不低头装死。这时陆旭阳和陈楚又押来一批官员，萧平南站在萧红身后，
一袭银白铠甲上全是血迹，阴鸷的目光冰冷残酷，缓缓抬起右手。见他抬起手，行刑的刽子手立刻拉起铡刀。陆夕阳和陈楚带领士兵将那批官员压到铡刀下，按着他们的后背，让他们动弹不得。老夫今日为国，为陛下捐躯，死得其所。小黄，你狼子野心，软禁陛下，亏窃大宝，你该死啊你！今日我等时运不济，杀不了你，来日迟早有人完成我等未竟之事。哼，时运不济，没用就是没用，扯什么时运不济？今日送死的是你们，明日来了别人，我也一样照杀不误。萧平南抬起右手，紧握成拳，果断挥下。与此同时，铡刀落下，血色在眼前蔓延，刺鼻的铁锈儿在空中扩散。萧红动了怒，京师清扫细作的节奏一再加快，但细作逃出去大批，短时间内也确实难以尽数抓回。眼看着离拓跋使臣原定返程的日子也没有多久了，礼部已经在为他们准备联姻事宜。萧望说没有时间再这么耗下去。秦太，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但小姐，如果真在馆驿周围动手，为了不暴露，我们恐怕难以掌握进攻的分寸。你们尽管放开手去做，哪怕重伤我，也不要露出马脚。是。走了，望舒妹妹，在府上闷了几天不无聊吗？咱们出去跑马吧。你怎么进来的？我都是常客了，你们府上的护卫要是再拦着我，那未免也太不厚道了。找个地方跑马去，走不走？我听小妹说你也想学骑马，我教你吧，免得你以后去了拓跋部落出行不便。萧望舒脸眸思索片刻，父亲这会儿还在宫中呢，京师内也不太平，你想去哪儿骑马啊？哎，打住打住，你可歇会儿嘴巴，别跟我扯那些虚的，扯得我脑仁疼。我能保护好你，正好萧宰相不在，没人管我们，你跟我去就是了。那还有别人吗？就你我二人？不啊，还有小妹也一起去。她这些日子在馆驿憋坏了，好不容易能出去撒欢，还能少得了她？哦，你那个表姐，小妹说她也喜欢骑马，便去防府叫她去了。二王兄不放心我们，估计也会一起去。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溜出去玩，要是父亲回来知道此事，动了怒，算我的。要是相爷责怪起来，我一定挡在你前面，把你摘出去，行了吧？萧望舒斟酌许久，显得有些纠结，勉强应下。我和拓跋王子出去跑马，你下去吧，不用跟着了。是。临近午时，一辆装饰简单的马车慢悠悠行进京郊野地。马车里，房启罗最开始还显得有些局促，但到了京郊之后，见这里视野开阔，他的情绪也慢慢平稳下来，甚至还有些激动。掀开马车上的窗帘往外看，房小姐很喜欢京郊的景致吗？城内尽是楼阁，密密麻麻，压得人喘不过气。京郊开阔，看着就舒心。草原一望无际，如一片绿海，更是开阔。房小姐有机会可以去瞧瞧。当真？房启罗顿时心生向往，但一想到拓跋新的形容，山脉对面全是黄沙，风一刮就能吃一嘴沙土。一时间，这对兄妹的话，房启罗也不知道他该信谁的。其实这地儿就够了，我觉得挺开阔的。不如咱们就在这儿先跑2圈。望舒妹妹，谁是你望舒妹妹？我是你亲妹妹。知道我找的不是你，那你就自觉地往里挪点，别挡着我和人聊天。拓跋云霄弯下腰，伸出手，把手探进车窗里，直接把拓跋新的脑袋拍开。就在这儿，行吧？其实我对骑马不太懂，这些事情你们决定就好，我都可以的。就这儿吧，停下。